在生化危机系列中，一系列可怕的病毒都是神秘的保护伞公司所引发，也正是他们造成了浣熊氏病毒全面爆发的惨剧。就算是保护伞公司被彻底瓦解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生物武器也被许多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但也因此造就了一位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主角。他们中有拯救世界的英雄，也有为了保护队友或家人甘愿付出生命的普通人和战士，其中就有最先发现保护伞阴谋的两位主角。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生化危机0的故事。故事要从保护伞创立之前的1960年代讲起。一个名叫斯宾塞的医学生意外结识了整个生化系列中最强的反派母神米兰达，并且成为了他的学生。经过了日夜的长谈和碰撞，斯宾塞对米兰达在霉菌方面的研究非常钦佩。但米兰达研究霉菌只是为了复活一个人，而斯宾塞则更想实现一场通过病毒传播的爆发性感染，从而改变人类的基因，实现进化和延长寿命。所以斯宾塞离开了米兰达身边。在随后10几年的时间里，斯宾塞找上了自己2个狐朋狗友，一个是同为贵族的阿什福德，另一个则是在生物学方面颇有造诣的马库斯。3人都有着让全世界集体飞升的梦想，于是他们前往了非洲，并在那里通过太阳阶梯花朵提取出了10组病毒。为了能够更好的改进和创造新的病毒，他们在浣熊市郊外的地下秘密建造了生化研究所，并在研究所的上方建造了一座豪华的洋馆，用作掩人耳目。随后他们创建了保护伞公司，表面上是一家制药和医疗企业，背地里却是在研发生物武器。然而在保护伞公司创立不久后，3大创始人之一的阿什福德因为研究实验中的事故感染了10组病毒，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之后斯宾塞继续领导保护伞公司，马库斯则专注于他的病毒研究。他通过将10组病毒与水质的 DNA 结合，创造出了第一个新型病毒 T 病毒。这一发现使得马库斯不仅在生物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为保护伞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马库斯这位良师的教导下，还出现了2位他最得意的门生，那就是威斯克和威廉。此时的马库斯可以说是名利双丰收，但这也招致了昔日好友斯宾塞和其他保护伞高层的不满，从而引发了生化危机0的故事。很快时间来到了1998年，一列从浣熊市出发的列车即将到达目的地阿克雷山区，车上除了普通乘客以外，还有保护伞的研究员。可在远处的山顶上，一位奇装异服的神秘人正在注视着下方疾驰的列车，伴随着他悠扬的歌声，无数的水蛭出现在了列车之上，并迅速地爬到了所有人的身上。车厢里只剩下了人们绝望的叫喊，这也导致列车紧急停在了阿克雷山区的森林中，车上的普通人也无一生还。就在2个小时后，浣熊市警局派出了 Stars 特别战术小队的 B 队来到了阿克雷森林的上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调查这里频频出现的离奇杀人案件。但这时直升机引擎发生了故障，好在飞行员赌上了未来的职业生涯，才让直升机勉强迫降在了森林之中。对此负责医疗的练习生瑞贝卡为飞行员点了个赞。在队长恩里克的带领下，小队发现了一辆破损的押运车和数名死亡的士兵。通过其中的文件，他们发现原来这些士兵是为了押送一个叫比利的杀人犯前往目的地进行处决。比利曾是美国海军少尉，但却亲手杀害了23个无辜的平民，而比利也早已逃走。面对这个心狠手辣的歹徒，队长恩里克立马赌上了自己的下半生，让全员分头调查这个地方。于是作为医疗兵的瑞贝卡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向着森林深处前进。他很快便发现了之前被水蛭袭击的列车，并来到了列车之上。接下来便发生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车厢里原本死状凄惨的乘客竟然都站了起来，向他慢慢靠近。一个小姑娘哪儿见过这种场面，于是瑞贝卡清空了枪里的子弹。可就在他调查乘务员尸体的时候，那个杀人犯比利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并用硬邦邦的枪口威胁他乖乖站好。可惜的是，比利对瑞贝卡并没有恶意，在询问了其身份以后便准备离开。原本瑞贝卡试图用言语逮捕比利，但一名身负重伤的队友却破窗而入。队友在临死前告诉了瑞贝卡，森林中到处都是吃人的丧尸和怪物。果不其然，一只丧尸犬冲了进来，瑞贝卡连忙掏枪才化解了危险，但队友也已经死亡。在前进的路上，比利再次找到了瑞贝卡，告诉他想要在这都是怪物的列车上存活下来，他们就必须合作。但瑞贝卡却并不相信一个杀人狂魔所说的话。面对眼前这个单纯的女警官，比利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她自己上楼试一试。于是瑞贝卡来到了车厢的2楼，在这里他发现了一名身着西装的体面人，本想上前询问，但体面人的头却掉了下来，他的身体也逐渐溶解，并钻出了无数的水蛭。水蛭发了疯似的向着瑞贝卡冲去，瞬间就爬满了他的全身。千钧一发之际，比利及时赶到，仅用2枪就打掉了其身上的水蛭，却没想到还有2只水蛭扑了上来。比利轻松的纵身一跃，再次连开2枪化解了危机。剩下的水蛭眼见惹不起，选择了立马开溜。见比利救了自己，瑞贝卡默默的竖起了大拇指。与此同时，他们听到是谁在唱歌，顺着歌声看去，窗外正是那个神秘人，而列车也在此时重新启动。不明所以的2人因为这件事初步建立信任，暂时开始了合作。为了找出列车启动的原因，他们冒着大雨爬上车顶重启了电源系统，甚至在路上还遭遇了一只变异的巨型龙虾。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来不及补充蛋白质。就在他们来到车头的时候，外面的走廊上竟然有2名低小队士兵，他们正在向马库斯的2位爱徒威斯克和威廉汇报已经控制列车。从2位的谈话中得知，阿克雷山区的离奇杀人案件正是 T 病毒泄漏导致的，但他们却并不知道是怎么泄漏的，甚至 T 病毒为什么会从洋馆的研究所污染到3英里外的列车也不得而知。
时，威斯克见状，立即决定摧毁列车，防止走漏风声。可就在士兵接收到指令以后，一大群水蛭出现，并迅速爬满了他们全身。见水蛭暂时退去，瑞贝卡和比利穿过士兵的尸体，来到了列车的车头。眼见列车再这样行驶下去就会出轨，他们立马根据神仙设计师的指示图，在车头和车尾同时拉下了刹车，但却还是晚了一步，列车径直冲进隧道，并发生了侧翻。所幸二人只是轻微的擦伤。随后他们顺着下水道来到了一座建筑之中，这里正是保护伞建造的干部培养所，但这里却似乎已经人去楼空。瑞贝卡顺着台阶发现了一副肖像，上面的人赫然就是之前被他拍掉头的体面人，而这个人也正是保护伞3大创始人之一的马库斯，他就是在这里将威斯克和威廉这2位乖徒儿培养出来的。此时2位正在通过监控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正疑惑为什么会有人闯入这里。监控画面中竟然出现了之前释放水蛭攻击列车的那个神秘人，神秘人直接承认了，正是他为了向保护伞公司复仇，从而释放了 T 病毒。随后神秘人召唤水蛭，逐渐形成了马库斯的模样，并说10年前马库斯被保护伞公司暗杀，而威斯克和威廉这2个逆徒也参与到了其中。这边他们正在惊讶师傅显灵了，另一边瑞贝卡和比利开始探索起了干部培养所。为了能够离开这里，他们只能一边应付各种怪物和丧尸的袭击，一边破解这里设下的机关谜题。就在比利拖着瑞贝卡穿过一个通风口以后，瑞贝卡来到了一个满是刑具的房间。看来干部培养所不仅能培养人才，还能够帮助干部们轻松戒掉网瘾。但这里的情况也被神秘人看在了眼里，他释放出了笼中的狒狒，趁瑞贝卡不注意，直接跳到其身上，开始了疯狂的撕咬。这也导致瑞贝卡险些掉入了深渊之中。另一边，相信科学的2位调查出了神秘人的真实身份，原来神秘人正是通过某种原因复活的马库斯。至于他为什么会变帅，却不得而知。如果暗杀马库斯的阴谋败露，那么保护伞公司和现在仅剩的创始人斯宾塞都将会被绳之以法。于是威斯克准备前去，将 Stars 的 A 小队引诱到洋馆，为保护伞公司获取 T 病毒创造的生物武器实战数据。而威廉则准备启动干部培养所下方的自爆装置，在真相还未公布之前毁掉所有证据。回到瑞贝卡这边，比利及时赶到将其救下。可能是这一路的相处，再加上比利多次救过自己，让瑞贝卡觉得比利成为杀人犯肯定另有隐情。于是他将找到比利的事情隐瞒了下来，并让比利说出了成为杀人犯的经过。原来在1年前，比利所在的部队被指派到非洲介入内战，可在寻找敌人藏身点的过程中，小队成员几乎都死于敌人的偷袭和高温中暑，最后仅剩4人存活下来。可当他们到达藏身点的时候，却发现上级给错了地址，这里只是当地土著的居所。但队长却心态爆炸，无论如何都不想空手而归。于是队长下令杀害村民，比利本想上前阻止，但却被队长当场打晕。队长立马对无辜的村民扣动了扳机，而比利自然就成为了队长的替罪羊。随后在将比利送往刑场的路上，他们恰好碰上了感染 T 病毒的动物袭击，只有身为死刑犯的比利侥幸存活了下来。在得知了真相以后，瑞贝卡彻底放下了戒心。在之后的道路上，2人通过启动干部培养所附近天文台的机关，来到了一处教堂，将这里的怪物全部击杀后，他们终于在教堂下方启动了离开这里的缆车。但变异的狒狒再次出现，并将毫无防备的比利按进了地下水之中，而瑞贝卡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在解决掉怪物以后，瑞贝卡只能乘坐缆车顺着水流寻找比利的踪迹。在路上，瑞贝卡遇见了队长恩里克，面对瑞贝卡询问其他队友的情况，恩里克还信誓旦旦的回答他们应该先一步到达了这里，但是到没到这里，你个做队长的心里能没有点逼数吗？接着恩里克准备带上瑞贝卡前往附近保护伞用来掩人耳目的洋馆一探究竟，但瑞贝卡却坚持要先找到比利。恩里克没有办法，只好独自前往洋馆，这也将是瑞贝卡最后一次见到队长。可就在继续寻找比利的路上，他却遇见了保护伞通过 T 病毒成功融合出来的 T001型暴君。好在这个初始型号的暴君只是一个用于过渡的生物武器，没有什么智商和再生能力的他，只能不甘地倒在了瑞贝卡的脚下。接着瑞贝卡启动了设施中的电源，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污水处理厂。经过漫长的寻找，他终于找到了自救成功的比利。而在这里，2人发现了角落中堆满的尸骸，这些人正是被马库斯用来测试研究的对象。在之后的道路上，他们再次遇见了暴君，可无论暴君如何努力，终究还是倒下了。本以为终于能够顺利的离开，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的马库斯此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在马库斯眼里，2人也只不过是将死之人，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在马库斯研制出 T 病毒以后，昔日的好友斯宾塞害怕有了重大成果的马库斯动摇他在保护伞公司的地位，于是斯宾塞用更多的权力和资源策反了马库斯的得意门生威廉和威斯克。2位便在之后率领小队闯入了马库斯的实验室，将他毫不留情的射杀。之后就在马库斯被扔进下水道的数年间，注射了 T 病毒的水蛭进入了马库斯的体内，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并吸收马库斯的部分记忆，再加上水蛭的生物特性，使得马库斯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马库斯其实已经死亡，只不过是携带 T 病毒的水蛭延续了他的意识，从而造就了他现在的形象，也可以称之为水蛭女王。现在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向保护伞公司复仇。伴随着水蛭女王从嘴里吐出大量的水蛭，她逐渐变成了一只形状扭曲的怪物。面对如此恐怖的怪物，他们只能勉强将其打倒，并趁这个机会坐上了离开这里的升降平台。但水蛭女王却再次变换形态追了上来。在战斗中，瑞贝卡意外发现水蛭女王竟然害怕阳光照射，于是她立马前去想办法打开天窗，而比利则负责拖延时间。在2人的配
配合之下，天窗被成功打开，阳光的照射使得水之女王失去了再生能力，变得极度脆弱。瑞贝卡抓住这个机会，扔给了比利一把马格南左轮手枪，随着扳机的扣动，威力强大的子弹射向了水之女王，将她的身体打得四分五裂。就在水之女王向着下方跌落的时候，威廉也启动了自毁程序。在二人逃出升天以后，干部培养所被彻底炸成了废墟。故事的最后，瑞贝卡取下了比利身上的狗牌，并带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也会一直隐瞒比利还活着的消息。在黎明的照耀下，二人互相进了军礼。随后，瑞贝卡便向着队长先一步前往的洋馆走去，比利则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默默地点了个赞。而生化危机1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在上一期视频中，瑞贝卡和比利逃出了保护伞的干部培养所，在二人依依不舍的告别后，威斯克也以队长的身份将 Stars 的 A 小队引诱到了阿克雷山区，目的正是为了利用他们获取生物武器的实战数据。相比于只有瑞贝卡一人存活下来的 B 小队， A 小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其中就有磕到队友欲仙欲死的克里斯和美到出水的吉尔，以及队友巴瑞、布莱德、约瑟夫三人。当他们到达坠毁地点后，只发现了死状凄惨的 B 小队飞行员。由于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约瑟夫很快就被变异猎犬咬死。见到这可怕的一幕，吉尔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好在克里斯及时出手，带着吉尔迅速逃离。就在小队疲于奔命的时候， A 队飞行员布莱德却驾驶直升机逃走。威斯克见状不由大喜，连忙招呼队友向着洋馆逃去。由于本作是双主角设定，但无论选哪个主角，整体流程也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里就以吉尔的故事来展开。在他们逃进洋馆后，克里斯却不见了踪影。如今小队就只剩下了威斯克和吉尔还有巴瑞。本就想利用他们测试数据的威斯克，立马安排吉尔和巴瑞寻找克里斯，他自己就负责看守安全的大厅。二人也没有多想，立马开始行动。可就在吉尔前进的路上，他遇见了生化游戏史上第一只回眸的丧尸，而在丧尸脚下的便是先一步到达洋馆的 B 小队队员。见到这种情况，吉尔连忙前去找到了另一间小屋中的巴瑞，丧尸也紧跟在其身后。巴瑞没有丝毫惊慌，直接掏出了一把马格南左轮，连开3枪打倒了丧尸。二人回到大厅准备向威斯克汇报，但却发现威斯克不见了。看到队友一个接一个的失踪，巴瑞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那就是分头寻找。而在接下来探索洋馆的过程中，吉尔只能独自一人面对可怕的丧尸，就连浴缸里都很有可能藏着一只等候多时的丧尸。为求自保，吉尔只能踩爆对方的脑袋，可始终还是他的第一次。他立马冲进厕所吐了起来。也正是在洋馆中的经历，让他在浣熊市面对丧尸爆发也能够冷静应对。洋馆中四处都是谜题和机关，吉尔需要不断的寻找线索，才能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奈何经验不够丰富，吉尔险些死在了机关之中。幸运的是，巴瑞及时赶到，在最后一刻将其救下。当吉尔回过神以后，才知道巴瑞应该是前往了洋馆的另一边，然而他却意外的出现在了这里。面对吉尔的疑问，巴瑞的回答显得有点含糊不清，并且立马扯开了话题。之后二人再次各自行动。随后吉尔遇见了一位幸存下来的 B 队成员理查德，但理查德却被一只巨蛇咬伤。好在吉尔及时的找到了血清，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本打算继续寻找其他队友，但那只巨蛇却突然之间扑了出来。理查德为了救下吉尔，最终还是被巨蛇一口吞入了腹中。有了准备，吉尔捡起理查德留下的霰弹枪，打跑了这条巨蛇。随后吉尔找齐了4个面具，成功的让上方的棺材掉了下来。在将其中的红色丧尸解决后，吉尔来到了洋馆的庭院中。然而就在庭院的小屋内，一个披着人皮、手上带有枷锁的怪物突然出现，并袭击了吉尔。面对这种怎么都打不死的怪物，吉尔只能赶紧逃跑。可就在途中，他却听到了门后威斯克和巴瑞的谈话。当他推开门后，威斯克已经离开，可巴瑞面对吉尔的质问，依旧选择闭口不谈，转身离开了这里。值得庆幸的是，一开始逃跑的飞行员布莱德正在想办法联系洋馆中的队友，奈何通讯设备却在中途坏掉了。在接下来的路上，吉尔遇见了一位死去的 B 队队员福斯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狙击手还在试图架枪掩护队友。吉尔甚至还遇见了之前吃掉队友的巨蛇，他也终于为队友报了仇。经过不断的探索，吉尔终于在洋馆的地下找到了身负重伤的 B 队队长恩里克。此时的恩里克已经知道了威斯克和保护伞的阴谋，正准备给吉尔娓娓道来，却没想到有人在暗中一枪结果了恩里克。见情况越加复杂，吉尔经过不断的解谜和战斗，终于找到了一个电梯。这时巴瑞再次出现，舔着个脸跑来蹭电梯。可当吉尔启动电梯以后，巴瑞却坐上电梯先一步离开了。没有办法，吉尔只能绕路，通过之前找到的2枚徽章，打开了洋馆内部通往地下的铁门。果然在这里遇见了巴瑞。见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巴瑞连忙举枪想要杀掉吉尔，但却被反手夺过了手枪。可还没等吉尔询问，那个披着人皮的怪物再一次出现在这里，想要将2人通通杀死。原来这个怪物名叫丽莎，她是这所洋馆设计师乔治的女儿。为了达到保护伞预期的效果，乔治将洋馆设计成了一所机关重重的大型密室。保护伞自然不会放过知道秘密的人。乔治最终死在了自己设计的洋馆中，而他的妻女也被保护伞当成了实验对象，妻子也在随后死在了实验中。但女儿丽莎却成功的融合了病毒并活了下来，这也导致她失去了理智，心中唯一的执念也就只剩下了自己的母亲。回到吉尔这边，面对已经变成怪物的丽莎，他和巴瑞只能暂时合作，通过推倒4周的巨石，成功打开了位于中心的石棺，而石棺中正是丽莎母亲的尸骸。见到这一幕的丽莎心中万念俱灰，她捧起了母亲的头骨，毅然决然地跳进了深渊之中。保护伞公司的罪行实在不可饶恕，
吉尔没有过多质问巴瑞，在随后打开了水池中的机关，下方正是保护伞的阿克雷研究所。意外的是，吉尔在这里发现了一封保护伞研究员写给艾达王的情书，信中的内容可以说是字字都充满了爱意。研究员甚至还将账号和密码设置成了他和艾达的名字。通过账号密码，吉尔打开了研究所内部的大门，并在这里的影像中发现威斯克正是生物武器开发人员之一。就在吉尔准备进入实验室的时候，巴瑞再次出现。吉尔像是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就那样再次结伴而行。当他们到达实验室后，却发现威斯克出现在了这里。巴瑞也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吉尔。原来是威斯克绑架了巴瑞的妻女，目的就是为了让巴瑞协助他获取生物武器的战斗数据。见吉尔已经死到临头，威斯克索性也就说出了真相。原来他不仅靠着保护伞的资源成为了 Stars 小队的队长，看似是为了替保护伞做事，实际上在 T 病毒泄露之后不久，他就已经转而投靠了保护伞的敌对公司。说着，他炫耀似的看向了培养皿中的新一代 T002型暴君。这种暴君不仅能够保持理智，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见时机成熟，威斯克便准备杀掉吉尔。巴瑞却在这个时候良心发现，连开2枪救下了吉尔。可还没等巴瑞解释2句，威斯克立马释放了暴君，一切都来不及了。暴君直接从培养皿中走了出来。威斯克见状，立马开始嘲讽起了他们，但也因此吸引了暴君的注意。暴君直接打飞了威斯克，又再次打晕了巴瑞，只剩下了吉尔独自应对暴君。经过一路的战斗，吉尔早已镇定自若，他几枪就撂倒了暴君，接着赶紧叫醒了昏迷的巴瑞。但之前被打晕的威斯克也不见了踪影。二人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威斯克在逃走后立马启动了自毁程序，他们四处寻找出路。在逃跑的路上，吉尔打开了一个房间，意外找到了迷路一晚上的克里斯。没有时间解释，三人立马向着设施外逃去。万幸的是，飞行员布莱德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他们乘坐电梯来到外面后，暴君却再一次杀了出来，一巴掌掀飞了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克里斯。眼见他们都将死在暴君的手里，飞行员及时赶到，为他们空投了一把祖传火箭筒。趁这个机会，吉尔赶紧拿上火箭筒并扣动了扳机。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中，暴君被炸得4分5裂，他们终于得以乘坐直升机离开了这里。在回家的路上，吉尔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克里斯的肩上，一晚上可怕的经历也终于能够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接下来迎接吉尔的将会是浣熊市更为恐怖的场景，生化危机系列的故事正式拉开帷幕。在一条漆黑的道路上，一名司机正在驾驶卡车途经浣熊市。原本听着广播惬意吃着汉堡的司机，却因为一时的分心，卡车迎面撞上了一个女人。司机连忙停车前去查看，却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就在司机茫然无措的时候，女人却如同野兽一般死死地盯着司机并站了起来。另一边，主角里昂作为一名普通的新人警官，因为迟迟收不到浣熊市警察局的上班通知，于是心急的里昂冒着大雨前往了浣熊市。在他途经一所加油站的时候，却发现一旁无人的警车以及满地的鲜血，让他觉得这里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当里昂进入了弥漫着血腥气的便利店后，眼前骇人的一幕让他从未想过，原来做个警察是这么的难。只见警察正在极力控制一个歹徒，但因为里昂的到来，导致歹徒挣脱了束缚，并一把咬向警察的脖子，顿时一股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里昂连开数枪才放倒了歹徒。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不仅是眼前这个被他杀掉的人再次站了起来，整个加油站的人也都变成了行尸走肉。就在里昂逃到便利店门口的时候，却意外救下了一个女人。见这个女人还能交流，里昂当即带着她一起逃上了警车，并一路向着浣熊市警察局赶去。路上，女人说道，她叫克莱尔，也是准备前往浣熊市警局寻找和里昂同为警察的哥哥克里斯。克莱尔的哥哥也正是《生化危机1》的主角，以后我们会提到。见目的一致，二人当即驱车来到了浣熊市，但这里的景象却更加的让人胆寒，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只有路边的活死人正在啃食尸体。但这时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之前那个开场的司机，因为受伤过重，他驾驶的油罐车径直撞上了二人所在的警车。就在里昂和克莱尔侥幸爬出来以后，油罐车瞬间爆炸。由于大火的原因，他们只能分头寻找前往警局的路。里昂一路穿过满是活死人的街道，从正门进入了警局，但警局似乎也彻底沦陷。为了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里昂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东侧走廊还有幸存的警官。在大厅准备好装备以后，里昂开始了探索警局。走廊里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遍地都是尸体。强忍心中的恐惧，里昂终于发现了一位活着的警官。就在他准备救援的时候，这位警官却被门后大量的活死人一分为二。没有更好的办法，里昂带上这位警官的笔记，准备返回大厅。一路上更多的活死人向他袭来，好在有一件趁手的兵器，里昂还是回到了大厅，但一只活死人却将他抓住。好在警官马文及时出手救下了他。短暂的交流过后，里昂发现就算是在警局的马文也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想办法先逃出警局，将这里的事情告知外界。于是里昂根据之前得到的笔记，开始寻找起了上面标注的3个徽章，也只有通过徽章才能打开大厅雕像下的密道。一路上触目惊心的场面让里昂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更加的疑惑和恐惧。他不仅仅需要面对行动缓慢的活死人，还得警惕更加可怕的舔食者。舔食者正是活死人变异后的产物。好在里昂还是拿到了3个徽章，成功打开了通往密室的通道，但警官马文却早已被咬伤。目睹警局沦陷的马文深知自己被咬伤后迟早会变成活死人的一员，于是他对里昂好言相劝，让里昂独自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明白了前辈的意思，里昂独自进入了密室，但就在这个犹如
工厂一般的密室中，他遇见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这个怪物右手变得巨大化，并且长出了一只眼睛。里昂知道跟这个怪物讲道理是没用的，于是他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怪物见自己不敌里昂，于是翻身跳入了密室的深处。里昂不由得疑惑，为什么这个像科学家的怪物会出现在警局的地下密室中？再次经过一番探索，里昂通过密道的井口来到了警局的地下停车场。可停车场的大门需要钥匙卡才能开启。这时，一只变异的猎犬向着里昂袭来，猝不及防下，里昂被扑倒在地。但随着一声枪响，这场危机被及时化解。开枪的人是一位身穿风衣、英姿飒爽的女人，这个人正是鼎鼎大名的艾达王。艾达只是冷冷地掏出了隶属于 FBI 的证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里昂本想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艾达只是高冷地表示这属于机密，无可奉告，还奉劝里昂赶紧离开。见到这种战力强悍的队友，里昂当即跟了上去。可在他进入拘留室以后，艾达已经不见了踪影，被拘留在这里的人也都变成了活死人，唯独最深处的牢房还有一位正在烧烟的记者。而记者被拘留在这里的原因，正是为了调查和揭发警察局长所做的肮脏事迹。记者表示，只要里昂放他出去，他就交出停车场的钥匙卡。可随着地面的颤动，记者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就在他靠近墙壁的时候，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破墙而出，死死地抓住了记者命运的脸庞。在恐怖的握力之下，记者的眼睛再也无法闭上了。还没等里昂反应过来，艾达再次出现，并告知里昂，这个记者是他的线人。看来局长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随后，艾达只是轻飘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便再次高冷地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离开地下停车场，里昂只好开始四处寻找电源板零件。途中，他甚至遭遇了杀死记者的怪物。这个怪物正是大名鼎鼎的暴君。他不像普通的活死人，仿佛像是某种生物兵器一样，普通的枪械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只有重型武器才能让他暂时停止行动。浣熊市变成活死人乐园， FBI 调查局长像是超级士兵的暴君，这一切的幕后似乎有着某种惊天的秘密。但目前的这一切，里昂暂时无法深究，只能先保住命再说。好在还是成功的修复了电路板，打开了关押记者的房间。里昂不仅拿到了钥匙卡，还发现了更多的线索。原来局长正在和一所名叫保护伞的制药公司合作，试图隐瞒导致人们变成活死人的真相。正是保护伞公司不慎外泄了他们研发的病毒，从而造成这场混乱。而暴君也正是他们派来除掉目击者的生化战士。就在里昂前往停车场的路上，暴君再次破墙而出，并一把抓住了里昂命运的脖梗。关键时刻，艾达再次出现，驾驶警车狠狠地将暴君撞进了墙壁之内，依旧是高冷的态度。艾达只是冷冷地吩咐里昂前去打开大门。二人穿过寂静的街道，进入了一家枪械店之中，但随后却遇到了枪械店的老板以及他那早已变成活死人的女儿。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可悲，女儿变异后似乎保留了一丝丝人性，并没有攻击性。老板只是在警告二人以后，便抱上女儿离开了这里。见到这一幕，里昂心中有了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念头。身为警察的他，觉得只要能够拯救这座城市，他便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似乎是开始有点欣赏眼前这个呆呆的警察。艾达证实了保护伞公司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说到自己正在追查一个叫亚尼伯金的人，这个人正是造成病毒外泄的保护伞公司员工之一。那么接下来二人所要做的便是穿过下水道，到达保护伞的秘密实验室，寻找亚尼。就在他们试图穿越下水道的时候，里昂遭遇到了一只形似鳄鱼的巨大生物。面对这种敌我悬殊的差距，里昂只能扭头就跑。好在最后一刻，鳄鱼咬住了地下的燃气管道，剧烈的爆炸让鳄鱼四分五裂。二人再次一路向着实验室前进，没想到却在这里遇见了他们想要找的亚尼。艾达没有废话，当即让亚尼交出名为鸡病毒的样本。可亚尼怎么会束手就擒？他当即开枪反击艾达。情急之下，里昂不顾自身安危，替艾达挡下了子弹。亚尼则趁机逃跑。见这个呆头呆脑的警察保护了自己，艾达没有急着追击，而是脱下了风衣，为昏迷不醒的里昂盖好。他自己则独自前去追击亚尼。相比于里昂的火力覆盖，艾达就显得非常优雅。他利用电磁场显像器，不慌不乱地追了上去。路上虽然遇见了活死人的阻挠以及暴君的追击，但还是被灵巧的艾达一一化解。为了打开更高权限的大门，艾达冒险进入焚化炉，并取得了高权限的身份识别腕带。但转头发现这是个圈套，亚尼启动了焚化炉。好在艾达通过电磁场显像器成功逃走，但没想到的是，亚尼再次利用设施攻击了艾达，导致艾达从高处跌下，钢管刺穿了他的大腿和丝袜。即将陷入昏迷之际，艾达想起了里昂，而里昂这边仿佛是听到了艾达的召唤，他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或许生前的风衣上还残留着艾达的香味，使得里昂再次振奋了精神。随即他立马起身开始寻找艾达。经过了漫长的探索整座下水道，里昂终于来到了艾达的面前，并为他拔出了体内的钢筋。简单的包扎过后，二人决定通过缆车前往位于他们下方名为母巢的保护伞实验基地。就在前往母巢的缆车上，艾达告诉里昂，他们需要拿到鸡病毒样本，只有这样才能彻查保护伞公司，并保证其他地方再也不会发生浣熊市这样的悲剧。但艾达现在腿脚不便，只能由里昂独自前去母巢。但里昂怕把艾达留在这里会遭遇不测，或许是之前的相处让艾达对眼前这个老实人产生了好感，于是
也正是艾达这一吻，让里昂未来的一生都无法忘怀。里昂那原本犹豫的目光瞬间变得坚定了起来，他势必要为女神取得鸡病毒。带着回味无穷的感觉，里昂就像打了鸡血一般，一路杀进母巢。无论是什么活死人以及他们的变异体，都无法阻止里昂的脚步。这一刻，他似乎觉醒了李三光的人格。在几乎屠尽了整座母巢的活死人以后，里昂终于在母巢西区的尽头成功拿到了鸡病毒的样本。因为系统监测到了有人未经授权取走鸡病毒，于是当即开启了母巢的自毁程序。就在他准备回去给女神复命的时候，之前那个右臂长出眼睛的怪物再次出现，里昂瞬间变动了杀心。这时亚尼却从他身后出现，直接一发鸡病毒的血腥打在了怪物的身上，怪物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随即亚尼将来龙去脉告诉了里昂，原来眼前这个怪物正是亚尼的丈夫威廉，他们夫妻二人倾尽毕生所学，创造出了鸡病毒。威廉深知这种病毒的可怕，于是他试图寻求美国军方的保护，但保护伞却抢先一步，派遣了他们旗下名为 USS 的快速反应部队，潜入了威廉所在的研究所，并发现他正准备带走鸡病毒和 T 病毒。于是 USS 立马控制住了威廉，试图将他和病毒一起带走，但威廉的情绪过于激动，导致士兵立马对其开枪扫射，并带着病毒样本离开了现场。但威廉可不愿将毕生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他拿出了一支鸡病毒，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在变成怪物以后，立马对士兵们展开了追杀。最后仅有一名叫汉克的士兵逃走，而地上被打碎的病毒样本在被老鼠吃掉以后，传入了浣熊市的千家万户。这场生化危机也正是由老鼠所传播的。回到里昂这边，威廉经过短暂的失去行动能力后，突然起身一把抓住了亚尼，并将他甩向远处。迫不得已之下，里昂只好与之战斗了起来，终究只是徒劳而已。威廉最终倒在了里昂的火力覆盖之下。做完这一切，重伤的亚尼告知了里昂真相，原来亚尼留在这里正是为了摧毁鸡病毒样本，而那个声称自己是 FBI 的艾达王，真正的身份其实是雇佣兵，目的只是为了将鸡病毒高价出售。闻听此言，里昂心想不对啊，他刚刚还亲了自己，还表示要把证物交给 FBI， 不过他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开始产生了一丝怀疑。而这时艾达也进入了母巢之中，在见到里昂以后，他当即就不客气的开始索要鸡病毒。心有疑惑的里昂随即立马将亚尼所说的话道出。在听到这句话以后，艾达表情一变，当即把枪口对准了里昂，并让他乖乖站好。这个举动已经证实了亚尼所说的话。里昂意识到了自己只不过是女神的棋子而已，但一想到那一吻，他直接放下了手里的武器，并要赌一下艾达不敢对他开枪，可能是对眼前这个老实人有了一丝别样的感情。艾达也放下了手里的枪，但随即一颗子弹击中了艾达的肩膀，原来是亚尼拼着最后一口气赶到。就在艾达即将跌入深渊之时，里昂紧紧地抓住了他，但鸡病毒也随之掉了下去。见自己已经无法逃离这里，艾达只是让里昂好好照顾自己，于是任由自己向着黑暗跌落。强忍心中的悲痛，里昂开始向着外面逃去，但人形兵器暴君却再次出现。好在剧烈的爆炸使得里昂暂时脱离危险，但也因此彻底激怒了暴君。暴君进化出了更为恐怖的形态。就在里昂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背影向他扔来了一把火箭筒。随着火箭筒的命中，暴君只留下了下半身。最终里昂得以搭乘即将驶出母巢的列车，可艾达王却永远扎根在了他的心里。就在他起身进入列车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开始与自己失散的克莱尔，而他的身边却多了一个名叫雪莉的小女孩。原来在二人失散以后，克莱尔通过警局的后门进入，并在大厅打开了地下密室。而在密室中，他遇见了雪莉，甚至遭遇了变异的威廉。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威廉在同一个地方掉了下去。这并不是什么 bug， 是因为游戏的两条线是类似于平行世界展开的。这个小女孩雪莉也正是威廉和亚尼的女儿。因为夫妻二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鸡病毒上，所以忽视了他们的女儿，导致雪莉与他们失散。于是克莱尔答应了雪莉帮他寻找母亲。就在他们经过停车场的时候，却遭遇到了警察局长。在局长的胁迫下，雪莉被其掳走到了孤儿院，而这个局长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变态行为。他不仅收藏各种动物的标本，还将自己的女儿作为标本以供自己欣赏。就在局长即将对雪莉施暴的时候，变异的威廉突然出现，并在局长的体内植入了鸡病毒的胚胎。可因为鸡病毒不像在浣熊市大规模爆发的 T 病毒一样，它的传播只能通过近亲繁殖，而跟威廉没有血缘关系的局长就只能承受鸡病毒胚胎从体内破体而出的痛苦。就在随后赶到的克莱尔带着雪莉逃走的时候，暴君却突然出现，将他们逼到了角落。关键时刻，威廉再次赶到，直接一爪洞穿了暴君的身体，将他半截身体撕碎。可因为他们所在的电梯下坠，克莱尔和雪莉再次失散。当他费尽千辛万苦击退威廉以后，才发现雪莉已经被威廉植入了鸡病毒。正是鸡病毒为了繁殖的本能，才让威廉屡次出现在雪莉的身边。而一心只有实验的亚尼，在克莱尔的劝说下，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于是决定一起拯救雪莉。随即在亚尼的指引下，克莱尔抱着雪莉到达了母巢，并来到母巢的深处，也就是里昂取得鸡病毒的地方。随即他利用雪莉身上的项链取到了抗病毒药剂，还是同一个地方，变异的威廉再次出现，亚尼又被扔向了远处。在克莱尔打败威廉以后，亚尼也成功的利用抗病毒药剂救下了自己的女儿，而他却因为重伤又死了一次。在雪莉不是很悲伤的告别母亲以后，二人在前往列车的升降平台上又一次遇见了威廉。克莱尔也不惯着，立马掏出加特林扫射，终于打爆了威廉。他们也得以启动列车离开，而两位主角也在列车上重逢。但眼前这一切还未结束，列车仿佛被某种生物袭击，产生了剧烈的晃动。里昂前去车尾查看，却没料到威廉竟然冤魂不散的进化到了最
最终形态，巨大的身躯就像一团带着尖刺的肉瘤，不断的撕开列车的车厢。危机关头，克莱尔取下了连接车厢的铁钩，最终威廉这个阴魂不散的怪物，连同母巢被大火吞噬，三人也终于逃出了实验室。本想搭个便车，却收到了友好的国际手势。三人在夕阳下离去的背影，显得如同一家三口般幸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克莱尔将会继续踏上寻找他哥哥克里斯的道路。故事的主角名叫吉尔·瓦伦蒂安，她是《生化危机》1代的女主角，也属于保护伞旗下名为 Stars 特别战术小队 A 队成员。吉尔所在的 A 队曾因为一起连环杀人案件前往浣熊市附近的阿克雷山区支援先一步到达那里的 B 队。经过了一系列调查以后，才得知原来是保护伞公司研制的 T 病毒遭到了外泄，导致整个浣熊市郊区沦为了丧尸的乐园，并且 A 小队的队长威斯克有意的将他们带到了山区的洋馆之内，这里正是保护伞公司建造的其中一个研究所。而队长威斯克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取特别战术小队与暴君的战斗数据，然后再将这些数据交给保护伞的敌对公司。最后在 A、B 两队成员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后，他们在洋馆完成自毁程序之前，乘坐直升机逃离了这里。 A 队成员最后仅剩4人成功逃走，其中就有吉尔和克里斯，而克里斯也正是2代中克莱尔正在寻找的哥哥。为了记录 T 病毒的第一次泄露事故，他们将之称为洋馆事件。在洋馆事件结束以后，吉尔试图向上级汇报未果，于是为了调查保护伞的研究所，克里斯前往了保护伞的欧洲总部，吉尔则选择继续留在浣熊市。但就在上一期2代的剧情里，变异后的威廉打碎了 T 病毒样本，导致老鼠将病毒散播到了整个浣熊市。而此时的里昂还在赶往浣熊市的路上，也就是说3代的时间线要早于2代。吉尔作为知晓洋馆事件内情的人之一，保护伞公司自然要除掉后患。于是，在浣熊市病毒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保护伞派出了以暴君为原型的智能生化兵器追踪者前去除掉知晓内情的吉尔。这里我们还是称之为暴君。恰好就在吉尔接到一通警告电话以后，暴君破墙而出，死死地掐住了他命运的脖梗。好在吉尔通过灵巧的身法暂时挣脱了束缚，并一路在狭窄的公寓里躲避暴君的追杀。经历了一系列的险象环生，吉尔终于逃到了街道上。街道上，布拉德前来接应吉尔。布拉德正是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也是与他们一起逃离洋馆的 A 小队飞行员。而此时的街道上几乎都是被感染的丧尸。为了给吉尔争取逃跑的机会，胆小怕事的布拉德被丧尸咬中，自知命不久矣的他选择了独自留在这里。吉尔也只能含泪继续逃跑。好在途中一架直升机愿意救援吉尔，于是他一路逃到了停车场的天台。就在即将登上救援直升机的时候，暴君再次出现，直接导致了直升机坠毁。吉尔看着向自己缓步走来的暴君，立即进入了身旁的汽车，在启动汽车以后，一脚油门就狠狠地朝着暴君撞了过去。汽车顶着暴君从天台上掉了下去。不愧是新款暴君，就算是汽车爆炸也无法杀死他。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士兵用火箭筒击中了暴君，使他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趁这个机会，士兵搀扶着吉尔来到了地铁站的临时据点。士兵名叫卡洛斯，他们隶属于保护伞旗下的生化危机紧急对策部队 UBCS。在得知了他们的身份以后，吉尔非常震惊和愤怒。保护伞作为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竟然明面上派遣 UBCS 前来搜救市民，暗地里却派遣暴君追杀自己。而卡洛斯一行人是完全不知道这场灾难正是保护伞公司造成的。在据点内，吉尔见到了 UBCS 队长维克多。维克多告诉吉尔，只有启动他们所在的列车，才能救走一些幸存者。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救一个算一个。吉尔果断答应了帮助他们让地铁恢复供电。事不宜迟，吉尔立刻出发，一路从地铁来到此时已经沦为人间地狱的街道上。在依靠灵巧的身法躲避丧尸的追击后，吉尔进入了变电站。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受伤的 Stars 队员，本想对其进行救治，但 UBCS 其中一个叫尼可拉的人竟然直接开枪击杀了队友，理由仅仅是队友可能被感染，甚至还出言嘲讽吉尔是个玻璃心。小浣熊市竟然出了如此人才，让吉尔觉得这个尼可拉比丧尸还要更加可怕。之后就在吉尔准备恢复电力的路上，一只蜘蛛偷袭了吉尔，猝不及防之下被植入了虫卵。好在他吃下药草，及时将虫卵吐了出来。在重启电源摧毁这里的蜘蛛巢穴以后，吉尔来到了控制室，设置好地铁线路。在返回地铁的路上，吉尔再次遭遇了暴君。这个新款暴君还能将丧尸变异为抱脸虫一样的怪物，一路躲避暴君的追赶。吉尔回到地铁站与卡洛斯一行人会合，但之前那个击杀队友的尼可拉也在这里，并且声称吉尔只不过是个累赘而已。就在他们即将登上地铁的时候，暴君再一次追了上来。吉尔知道他才是暴君的目标，于是他单独逃往一个方向，为 UBCS 队员争取时间。在暴君的追赶下，吉尔逃到了下水道，遇见了一种可怕的大嘴怪，一个不留神就会被他整个吞下去。而这种大嘴怪也正是保护伞公司精心培育的变异体。好不容易离开下水道，却被上方等候多时的暴君一把抓住。而这一次的暴君竟然使用了喷火器，无奈之下，吉尔只好与之战斗了起来。在将暴君身上的燃料罐打碎以后，吉尔赶在爆炸之前暂时脱离了危险。就在他回去和卡洛斯会合的途中，在枪械店里碰见了老友肯多。肯多也正是在2代中里昂和艾达王遇见的那个枪械店老板。吉尔本想让他和自己一起逃离这里，但肯多的女儿已经感染了病毒，他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拒绝了吉尔的好意。再次前往地铁站的路上，死缠烂打的暴君这一次竟然带着火箭筒拦住了吉尔的去路。被逼无奈之下，吉尔只能与暴君拼个你死我活。奈何暴君皮糙肉厚，吉尔只能利用拐角处躲避攻击。千钧一发之际，卡洛斯出现，并利用地雷为2人的逃跑争取了时间。回到地铁站以后，吉尔准备搭乘列车离开浣熊市，但卡洛斯和另一名队友泰瑞尔被指派了新的任务，他们需要回到市区找到一名叫巴德的科学家。因为
巴德研制的疫苗或许能够制止这场生化危机。看着窗外卡洛斯的身影，吉尔心里倍感不安。本以为他们就可以这样顺利的离开，但暴君对吉尔的追杀可谓是不死不休。这个怪物瞬间就将幸存者屠杀殆尽。见到这种情况，自私无比的尼可拉立即逃往了另一节车厢，并将吉尔和队长维克多锁在了门后。而真男人维克多抱着鱼死网破的想法，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将他和暴君所在的车厢炸毁，为吉尔争取了短暂的逃跑机会。另一边，卡洛斯和泰瑞尔来到了浣熊市警局，并亲眼看到了一个警员被丧尸咬中，而这个警员正是在2代里救下里昂的马文。那个丧尸也是一开始为救吉尔牺牲了自己的布莱德。卡洛斯二人靠着身上的作战装备，很顺利便来到了办公室，与科学家巴德取得了联系，并从巴德口中知道了保护伞为了封锁消息，正在想办法杀掉所有研究员，而巴德也是目前唯一知道如何做出阻止丧尸疫苗的人。为了知道巴德所在的具体位置，泰瑞尔通过电脑开始进行定位。与此同时，卡洛斯也收到了列车出轨的消息。回到吉尔这边，列车已经被彻底摧毁。在他逃到地面并与卡洛斯取得联系后，死缠烂打的暴君再一次袭击了吉尔，并且进化成了更加可怕的怪物。逃无可逃的情况下，吉尔只能利用手里的榴弹发射器将暴君打倒在地。吉尔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本想迅速离开这里，但暴君在昏迷的最后一刻将带有病毒的尖刺扎进了吉尔的体内，病毒瞬间便起了作用，吉尔因此陷入昏迷。早就在暗中观察了许久的尼可拉只是冷冷地看着现在发生的一切。大约过去了半天后，卡洛斯终于找到了昏迷的吉尔，见吉尔感染了病毒，卡洛斯立马将他带到了医院。现在也只有巴德能够救吉尔一命了。经过之前泰瑞尔搜索到的消息，卡洛斯深入已经沦为地狱的医院内部，终于见到了巴德的尸体，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巴德已经被人杀害。无奈之下，卡洛斯只能通过录像寻找疫苗的线索。就在巴德留下的视频里，卡洛斯知道了这次生化危机的真相，正是因为保护伞公司所研发的 T 病毒泄露，导致浣熊市彻底沦为了人间炼狱。为了隐瞒这次事件，保护伞公司打算将病毒的证据和疫苗全部销毁。此刻卡洛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雇主是多么的心狠手辣。好在通过视频里的线索，卡洛斯取到了一支疫苗，成功的保住了吉尔的性命。但坏事总是接踵而至，泰瑞尔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由于病毒已经完全蔓延到了整座城市，所以政府即将对浣熊市进行导弹轰炸。如今距离导弹轰炸已经剩下了不到1天的时间，看着状况逐渐转好的吉尔也证实了疫苗确实有用。于是卡洛斯立马让泰瑞尔通知政府已经找到了解药，尽量为自己前去地下室寻找疫苗争取时间。在卡洛斯离去一段时间后，吉尔逐渐从昏迷中苏醒，而电视上播报的新闻也让吉尔知道了政府快要轰炸浣熊市的消息。泰瑞尔也告诉了吉尔前因后果，并将卡洛斯已经先一步前往地下室寻找疫苗的消息道出。闻听此言，吉尔立马动身赶往地下室协助卡洛斯。而在地下室中，吉尔看到了站在远处盯着自己的尼可拉。原来这个人不仅自私，还坏到了骨子里。他一直都在暗中收集着人类和丧尸的战斗数据，就连 UBCS 和吉尔也在记录之中。尼可拉也正是想要将数据卖出一个高价。此时泰瑞尔也带来了一个消息，他已经与政府取得了联系，政府表示可以取消轰炸，但条件是必须在导弹发射之前交出疫苗，而距离导弹轰炸也只剩下了几个小时，见一秒都不能浪费。吉尔和泰瑞尔立即动身，但暴君却再一次追了上来。本就受伤的泰瑞尔因此命丧暴君之手，吉尔只能趁这个机会暂时逃跑。在地下室的研究所内，吉尔成功提取到了疫苗，可暴君却不会让他就这样顺利的离开，因为暴君的袭击导致吉尔悬挂在了半空。见时机成熟，尼可拉出现在了吉尔的面前，将疫苗收入囊中，并且言语之中完全不在乎浣熊市的幸存者，他只想把战斗数据和疫苗卖个好价钱。为了取到更多的战斗数据，他将吉尔踢了下去，下方正是等待多时的暴君。好不容易取到的疫苗被人夺走，面前又是对自己穷追不舍的暴君，吉尔也不再惯着了，手里的武器火力全开，不断的攻击着灵活的暴君，但这种火力始终无法杀死这头怪物。好在卡洛斯及时出现，利用机械臂打晕了暴君，并释放了大量的硫酸，将暴君溶解成了一滩烂泥。没有时间庆幸，为了赶紧找回疫苗，吉尔一路向着尼可拉离开的方向追去。好不容易追上尼可拉，暴君这个怎么都打不死的怪物再一次出现，好像硫酸在他眼里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让他重新进化出了新的形态。没有办法，卡洛斯只能先一步前去追击尼可拉，吉尔则必须要和这头烦人的怪物做个了断。恰好他的身后就有一把灭杀一切的电磁炮，有了这件趁手的兵器，吉尔将整个炮身插入了暴君的嘴里，伴随着一股剧烈的能量波动爆发，暴君彻底灰飞烟灭。来不及高兴，吉尔一路来到了天台。此时的卡洛斯已经晕倒在了地上，而尼可拉也悄悄地出现在了吉尔的身后。或许是太过于得意忘形，尼可拉竟然在吉尔的眼前一枪打爆了疫苗，临走前还不忘对吉尔一番羞辱。好在这时苏醒过来的卡洛斯偷袭了尼可拉，并趁机将他束缚了起来。吉尔则一枪打中了尼可拉的肩膀。如今疫苗被摧毁，浣熊市被导弹轰炸，已经无法挽救。吉尔和卡洛斯准备搭乘直升机离开，而眼里只有金钱的尼可拉还在试图用他背后的雇主和秘密换取自己生的希望。吉尔知道这个人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至于背后的真相，他再多花一些时间调查就行了。二人乘坐直升机缓缓地升空，而留给尼可拉的则是即将到来的痛苦和死亡。在他们飞离浣熊市的那一刻，导弹也与他们擦身而过。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巨大无比的蘑菇云在浣熊市的中心升腾而出。看着眼前彻底被抹去的浣熊市，吉尔的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浣熊市的余烬将会成为焚烧保护伞的业火。他会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将保护伞公司赶尽杀绝，因为杀死
死这么多人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人类的贪婪。吉尔的故事也暂时落下了帷幕。在里昂逃离浣熊市以后，随着一颗导弹的引爆，所有人都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王阿姨，里昂也不例外。那也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天。因为知道的太多，里昂被迫加入了美国政府的秘密组织。在经受了严格且残酷的训练以后，里昂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特工。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总统的女儿被人绑架，而里昂则被委派到了欧洲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前去寻找总统失踪的女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人送外号李三光的男人终于进村了。刚刚到达目的地，同行的一名老警察便遭遇不测，随即里昂便下车查看，看着眼前阴森可怕的树林，让里昂再次回想起了浣熊市的那一晚，强忍心中的恐惧，里昂向着树林深处走去。很快他便发现了一间小屋，小屋里透露着一股安静且诡异的氛围，就连这里的符咒都刻上了苍天已死，天谴将临。就在他继续探索小屋的时候，一个村民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本想询问村民有关这里的事情，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老警察的证件。见到这一幕，村民突然发难，竟然妄图偷袭武功高强的里昂。没有任何废话，里昂一脚便踢断了村民的脖子。继续探索，在地下室里，里昂发现老警察已经遇害，并且对讲机中传来了另一位警察遇害的消息。看来这个村庄并不简单，本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没想到那个被他踢断脖子的村民竟然再次追了上来。来不及思考，里昂当即施展身法，终于彻底结果了这位村民。而其他的村民也来到了小屋中，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杀人灭口。当他来到2楼的时候，赫然发现墙上贴着总统女儿的照片，再加上村民诡异的行为，让里昂确定了情报准确无误。根据墙上标记的地点，里昂寻求了总部后勤支援哈尼根的定位协助，总统女儿很有可能就在附近的湖泊。但很快更多的村民闯了进来，里昂见施展不开，当即跳窗逃走，一路向着湖畔赶去，并且途经了村子的中心。大量的村民汇集在这里，为即将死去的客人举行欢迎仪式。在发现里昂这个卑鄙的外乡人以后，村民们勇敢地冲了上去。但这些普通人又怎么会是一名精英特工的对手？就在村民想要跟里昂同归于尽的时候，旁边的教堂却响起了钟声。听到钟声的村民仿佛被控制了一般，再也不理会里昂，并缓步地向着教堂走去。待村民全部进入以后，一时间这个村庄只留下了意犹未尽的里昂以及倒地不起的村民。之后，在哈尼根的协助下，里昂再次向着湖边赶去，一路上都是动不动就要和自己拼命的村民。来到湖畔，里昂进入了旁边的小屋之中，发现一个村民正在疯狂敲打地下室的入口。解决掉村民以后，里昂在地下室里解救了一位不像本地人的外地人，可还没来得及多问，他的身后便出现了闻讯赶来的村长门德斯。村长轻松的就将里昂摔晕了过去，并且拿出了针管，将一种疑似寄生虫的生物注射进了他的体内。昏迷中，里昂看见了一个主教打扮的神秘人。再次醒来以后，里昂和那个外地人都已经被铁链绑了起来。外地人名叫路易斯，路易斯似乎知道里昂正在寻找总统的女儿，并且声称总统女儿已经被转移到了教堂之中。很快，热心的村民为正在发愁的二人送来了钥匙。里昂也不客气，用铁链扭断了村民的脖子。在解开手上的锁链以后，路易斯没等里昂多做询问，便先一步离开了案发现场。见路易斯身份神秘，于是里昂向总部汇报了情况，让哈尼根调查这个人的背景。前往教堂的路上，里昂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商人，办理好贷款手续，并购买了足够防身的武器以后，里昂进入了村长门德斯的家中。通过调查的线索，这里的村民信奉的组织名为光明教，其主教萨德勒会定期举行献祭村民的仪式，甚至还会将迷路的背包客用于献祭。就在里昂准备离开的时候，村长却再次出现。里昂见状不敢大意，立马开枪射击，可村长却不痛不痒，依旧把里昂踢翻在地，似乎是察觉到了寄生虫已经开始在里昂体内繁殖。村长并没有下杀手。这时窗外出现了一个红色身影，在吸引了村长的注意后便迅速离开。等里昂缓过神来，哈尼根也调查到了路易斯的身份。原来路易斯曾是保护伞的一名研究员，但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却不得而知。虽然此时的保护伞已经彻底瓦解，但还是让里昂更加警惕起了路易斯。就在村长家门口，里昂还顺路解救了一只受伤的灰狼。当里昂一路来到教堂后，却发现大门已经被封锁。为了寻找开启大门的钥匙，里昂再次来到湖泊，并在这里发现村民把老警察的尸体扔进了湖水之中，紧随而至的就是一只大鲈鱼将尸体吞进了腹中。为了取得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里昂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驾驶快艇穿越湖泊，但中途快艇的发动机却意外熄火。果不其然，大鲈鱼袭击了里昂，可鲈鱼这种行为就是找死，里昂很快便用标枪结束了鲈鱼的生命。奈何体力消耗过大，再加上他体内的寄生虫已经繁衍到了初期，导致里昂咳血昏迷了过去。3个小时后，里昂终于苏醒，意识到寄生虫正在侵蚀自己的身体，他必须尽快找到总统的女儿。在将湖泊附近的洞穴搜刮一遍后，里昂顺利的拿到了钥匙。就在他赶往教堂的路上，一身巫医打扮的村民唤醒了一只巨大的怪物，并且怪物的背后似乎像是被某种寄生虫控制了一样，变得越发的狂躁。俗话说得好，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就在里昂束手无策的时候，之前被他救下的灰狼替里昂吸引了怪物的仇恨，成功化解了这
这次危机。之后，里昂顺利的来到教堂，并在这里发现了警惕万分的总统女儿艾什莉。在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艾什莉放下了戒心，似乎是主教萨德拉感应到了里昂的到来，大量的村民向着教堂汇集而来。见情况危机，里昂安抚了一下艾什莉的情绪，便带着她从窗户离开了教堂。此时，哈尼根也发来了贺电，并告诉里昂前往撤离点乘坐直升机。可想要到达撤离点并不容易，逐渐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大量村民的阻挠，让这一路举步维艰。好在路易斯及时出现，将他们带到了小屋中。里昂本想质问路易斯的目的，但情况危机，三人只能先暂且逃离这里再说。就在他们关闭城门脱离危险后，艾什莉却像里昂一样开始咳血。路易斯见状上前解释了这种情况，原来里昂和艾什莉都被植入了一种叫普拉卡的丛属性寄生虫，一旦宿主承受了普拉卡的寄生，它就会在体内开始生长。当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寄生虫就会控制他们的意识，并被植入了支配型普拉卡的主教萨德勒所掌控，成为村民那样的行尸走肉。好在他们还是处于早期阶段，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寄生虫。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暂且相信路易斯所说的话。随即，里昂带着艾什莉撤离，而路易斯却找上了帮助过里昂的红色身影，正是那个换上了红色高领毛衣的艾达王。艾达没有废话，只是向路易斯索要一种名为琥珀的东西。路易斯却回答他并没有将琥珀带在身上，但可以去某个地方取回琥珀。回到里昂这边，由于天气恶劣，救援直升机无法靠近，他们只能想办法撑到天气好转才能离开。可在他们寻找安全区域的路上，竟然再次遇见了村长，二人只能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疲于奔命，可最终还是被村长堵住了去路。里昂只能打爆了燃油桶，但村长却因为爆炸现出了被普拉卡寄生的本体。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拼死反击，最终在几乎打光弹药以后，村长倒下了。二人逃离村庄，来到了一处城堡，刚好此时路易斯也在这里，并为他们准备了可以暂时抑制症状的药。于是二人在大量守卫的阻挠下，用大炮轰开了前往中庭的大门，准备与路易斯在那里会合。在一处大厅之中，城堡的主人拉蒙出现，并要求里昂交出艾什莉。原来在主教萨德勒的授意下，绑架艾什莉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他们妄图通过艾什莉总统女儿的身份，用以控制美国总统，从而统治整个世界。拉蒙说完便独自离去，接着便是大量的信徒上前想要抓住艾什莉，但区区几个被寄生的信徒还无法奈何装备精良的里昂。通过一路的解谜和探索，二人也即将到达中庭，并与路易斯会合。可这时艾什莉体内的寄生虫短暂的接管了他的意识，甚至还对里昂发动了偷袭。虽然没能得逞，但二人也因此被铁门隔开。而在艾什莉清醒后，他却因为这件事陷入了极度的自责和恐惧之中，随即便情绪失控逃走了。无奈之下，里昂只能在城堡里面寻找艾什莉。当他进入一间房间后，艾达却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在艾达使出一套歹徒兴奋拳以后，里昂顺利的将其拿捏，不过是和姘头之间的嬉戏而已。二人很快便完事儿。艾达担心里昂的安危，想要劝他放弃这次任务，但见里昂态度坚决，艾达也没有多说，随即便悄然离开。而接下来的探索中，城主拉蒙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通过广播各种嘲讽里昂。在疯狂的屠戮了城堡里的信徒后，里昂终于找到了在这里自闭的艾什莉。经过了一番风趣幽默的安慰以后，艾什莉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并且开始对里昂有了一丝丝喜欢和依赖。这时里昂从通讯设备里知道了路易斯遭遇了危险，于是当即带上艾什莉，准备前往舞厅与之会合。经过一路的相处，里昂见艾什莉也越发的得心应手。中途在与敌人的战斗中，里昂被困，手无寸铁的艾什莉只能独自行动，与身穿铠甲的敌人斗智斗勇。可在帮助里昂脱困后，他自己也再次被敌人掳走。而艾达也暗中注视着城堡里发生的一切，并且还在跟他幕后的人汇报取得琥珀的进展。恰好艾达也在这时看到了被掳走的艾什莉，并立马通知了焦急万分的里昂。眼见事态越发不可控，里昂当即向着艾什莉的所在杀去。无论遇到何种敌人，子弹便疯狂地向着对方身上倾泻。很快，里昂找到了艾什莉，但此时城主拉蒙也在这里，并且里昂自己也被控制了起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信徒强行将一种名为黑水的物质灌进了艾什莉的嘴里。在喝下黑水以后，艾什莉体内寄生虫的生长速度被明显加快了，而里昂也被扔进了深渊之中。好在他及时抓住了铁链，才勉强保住了性命。为了尽快救出艾什莉，里昂当即向着深渊外逃去。可他自己体内的寄生虫也开始有了更加强烈的反应。不过路易斯却拿着抑制药剂出现在了里昂的面前，在将药剂注射以后，里昂也得以短暂的脱离危险。路易斯也会和里昂一起前去营救艾什莉。而路易斯帮助他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曾帮助过主教萨德勒研究普拉卡寄生虫。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这种寄生虫的可怕，于是路易斯研制了抑制普拉卡的药剂。由于他和艾达前男友是大学同学的关系，艾达和其背后的组织便前来保护路易斯，条件就是让他交出普拉卡寄生虫的样本，而这个样本就被他们称作琥珀。可就在他们一起回到地面的路上，路易斯却被一把匕首刺中了后背，而匕首的主人名叫克劳瑟，曾与里昂同属于美国政府的秘密组织，但因为和里昂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克劳瑟见识到了生化病毒的强大，于是渴望力量的他便离开了原本的组织，开始寻求变强的方法。里昂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昔日的战友，而克劳瑟表面上是在替光明教做事，但似乎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普拉卡的样本。眼见这种情况，里昂只好与克劳瑟战斗了起来，奈何克劳瑟战斗力相当惊人，就算里昂使用了最具特色的刀法，也占不了任何上风。关键时刻，路易斯拼尽最后一口气使用枪械，才勉强逼退了克劳瑟。而在路易斯临死前，他将自己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里昂，让他前去
那里取出寄生虫，并救出艾什莉。随即他便停止了呼吸，而艾达也告知了里昂艾什莉现在所处的位置，强忍心中的悲痛，里昂再次前进，并一路杀到了钟楼的顶层，恰好发现了被拉蒙城主挟持的艾什莉，而城主也将艾什莉转交给了克劳瑟。当里昂赶到的时候，艾什莉已经被带走。心急如焚的里昂也不想跟城主废话，还没等城主说完台词，里昂便直接2枪胸口1枪头，但却让早已获得了普拉卡强大能力的城主现出了原形。里昂也不意外，立马给予了还击。很快，城主在里昂的火力覆盖之下倒了下去。当他一路追出去以后，克劳瑟已经带着艾什莉坐上了快艇。里昂本想驾驶另一艘快艇，但却发现竟然没有钥匙。而这时，艾达拿着钥匙悠悠地走了过来。随后，两人乘坐快艇一路向着克劳瑟离开的方向追去。路上孤男寡女共处一船，气氛很是到位。里昂感叹着自己变了，但艾达只是说，其实里昂一点没变，还是那个老实人。艾达看向里昂的眼神也带着一丝喜欢和利用。在到达悬崖边以后，艾达先一步使用绳索发射器离开，只留下了里昂在船上连连感叹。之后，里昂一路向着前方的军事基地杀去，并通过窗户发现了留在拘留室内的艾什莉。在将这所设施里面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开启大门的钥匙卡，成功的为艾什莉注射了抑制药剂。没过多久，艾什莉醒了过来，里昂也将路易斯的死讯告知了他。为了不辜负路易斯的期望，他们决定前往实验室清除寄生虫。而直觉告诉里昂，艾达一定知道实验室的位置。果不其然，艾达爽快地说出了实验室就在附近山顶上的圣殿里面。就在他们前进路上的设施中，意外发现了装有寄生虫的琥珀，而幕后黑手主教萨德勒也出现在了这里，并且立马控制住了二人，并让艾什莉举枪对准了里昂。好在艾什莉极力反抗，才让里昂勉强逃过了一劫，而他自己也不受控制的被主教带走。刚刚才救回的公主又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带走，这导致里昂彻底失去了耐心，立马跟着追了上去。而克劳瑟也拦在了他前进的路上，见昔日的战友已经无药可救，里昂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但这一次克劳瑟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于是他让里昂见识了一下自己被生化病毒赐予的力量。可就算是这样，克劳瑟也只不过是个低配版的 A 哥而已。很快，里昂就这样结束了克劳瑟罪恶的一生。紧接着，里昂一路杀向了艾什莉被带往的圣殿。面对固若金汤的圣殿堡垒，里昂也不装了，他再次拿起了曾经屠戮无数丧尸的火箭筒。而此时，总部的武装直升机支援也赶到了现场。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整个堡垒便被他们攻陷了下来。但就在直升机准备接应里昂的时候，却被植入了寄生虫的飞行生物袭击，最终坠毁在了堡垒之内。无奈之下，里昂只能独自杀向圣殿。终于，他来到了圣殿的祭坛中心，艾什莉正躺在那里，而萨德勒也再次出现，并轻松控制住了里昂。到了这种时候，一直默默守护里昂的王阿姨也再次出手，成功的拖住了萨德勒。趁这个机会，里昂抱着艾什莉赶紧离开，但殊不知艾达也因此陷入了险境之中。里昂只能先一步带着艾什莉来到了实验室中，并在自动手术台上替艾什莉成功清除了体内的普拉卡寄生虫，而他自己也晕了过去。当里昂再次苏醒后，艾什莉也已经帮他完成了手术，并给了里昂一个大大的拥抱，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逃离孤岛。可当他们一路来到码头的时候，却发现艾达竟然已经被萨德勒抓获。见到心仪之人竟然遭受如此待遇，里昂立马让艾什莉在远处等待自己。匆忙之下，连后事都还没来得及交代。紧接着，他一路来到了被绑在高处的艾达面前，并一枪将他救了下来。而萨德勒也恭候多时，他趁机释放出手，死死地勒住了里昂命运的脖梗。脱困的艾达见到这种情况，再次伸出援手帮助里昂脱困。随即，两人默契地抄起手中的枪，疯狂地向着萨德勒开火。但也因此让这个主教气急败坏，他同样也像村长和城主一样，展现出了体内寄生虫的力量，变成了一只丑陋无比的怪物。但主教这样做也只不过是增大攻击目标而已。里昂拿出火箭筒便向着主教开炮，主教倒在了制胜法宝火箭筒的炮火之下。但不甘心的主教再次让体型变得更加巨大，终究也只不过是徒劳的挣扎而已。最终，里昂将就他手里的权杖直接刺进了主教的大眼之中，而这个地方的邪恶势力也被里昂悉数歼灭。但与他一起作战的艾达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当着里昂的面拿起了地上的普拉卡样本。与此同时，前来接应艾达的直升机也停在了二人的眼前。果然，男人没有一个好的载具，饶是里昂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艾达坐上了直升机扬长而去。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艾达还是对里昂的事非常上心的。临走前，他送给了里昂一把摩托艇的钥匙，里昂和艾什莉也因此得以坐上摩托艇，趁着这里爆炸之前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二人在最后一刻冲出了即将倒塌的洞穴，里昂也圆满地完成了营救总统女儿的任务。爆炸引起的水花伴随着夕阳，让他们之间的气氛产生了一丝暧昧。而这个人送外号李三光的男人也成功地获得了总统女儿的芳心。可相比于加官进爵，从此走上人生巅峰，里昂还是无法忘怀早就在他心中扎根的王阿姨。随即，二人的身影在夕阳下渐行渐远。故事的最后，艾达看着手里的普拉卡样本，联系到了他幕后的组织。琥珀已经到手了，做得好。我有个问题，你打算拿它做什么？我付钱不是给你问问题的，你只需要知道，新的黎明就要来了，到时牺牲100人才有1人能幸存，而我正在加快黎明的到来。
所以代价是几百万人的性命。几十亿。在《生化危机》系列中有这么一部作品，其剧情环环相扣，整个过程疑点重重，最后的反转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可谓是一部经典游戏大作。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故事。本作的故事发生在4代和5代之间，此时的保护伞公司已经彻底瓦解，但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生化病毒也被许多有心之人加以利用。彼时，一座建造耗时长达11年的海上太阳能城市特拉格里加在地中海上拔地而起，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完全依靠太阳能运作的城市。可很快，一个叫灰猎犬的组织打破了市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觉得这里过于的安逸，不适合年轻人奋斗，于是灰猎犬便对特拉格里加发动了攻击。他们不仅释放了病毒，还派出了一种名为 BOW 的生物兵器，这一举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悲剧。为了阻止这场危机，世界上最大的反生物武器组织 FBC 在美国的号召下出面应对这次攻击，而另一个刚成立不久的非官方反生物武器组织 BSAA 因为资历不够，便以观察员的身份前来协助 FBC。BSAA 正是由吉尔和克里斯等人创办，他们的指挥官名叫奥布莱恩，但就算是这样，却也还是无法扭转眼前的局面。无奈之下， FBC 的领导人摩根下令，利用特拉格里加上空的太阳能装置彻底摧毁这座城市。这个装置也正是这个城市的能量来源。在阳光的汇集之下，城市连同生物兵器一起被抹去了。他们也将这次事件称之为福岛大恐慌。事情过后， FBC 领导人摩根宣称，他们已经成功的消灭了灰猎犬组织。本以为福岛事件就这样过去了，但在1年以后，海滩上出现了一种未知生物的尸体。于是 BSAA 指挥官奥布莱恩带领吉尔和帕克前往调查，他们发现尸体显然是被病毒感染所导致的。想来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就在此时，奥布莱恩接到了一通电话，原来是外出执行任务的克里斯和他的搭档杰西卡与总部失去了联系，而他们最后出现的坐标竟然是在地中海的一艘船上。于是吉尔和帕克立即向着那里赶去。果然就在坐标处，赫然漂浮着一艘名为泽诺比亚女王号的豪华游轮，但这艘游轮似乎已经荒废了许久，并且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地上都是船员的尸体，甚至还有被病毒感染的怪物。在他们解决掉怪物以后，很快便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发现了被反绑双手的克里斯。为了打开房间，吉尔开始继续探索游轮，但他却发现了骇人的一幕，一个陌生的女人就在吉尔眼前被怪物杀害。可惜的是，并没有找到能够辨识女人身份的东西。好在吉尔找到了钥匙，随即他立马返回克里斯所在的房间，通过钥匙打开了房门。可在吉尔接触到克里斯以后，却发现竟然是个假人，而旁边的墙上正是灰猎犬的标志。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个陷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一个头戴防毒面具的神秘人出现，之前那个海上的坐标想必也是这个人故意为之的。果不其然，此时的克里斯与搭档杰西卡正在欧洲的某处山脉执行任务，目的正是为了调查很可能死灰复燃的灰猎犬组织。因为大雪的原因，他们才与 BSAA 总部失去了联系。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空中一架失控的飞机坠落在了他们前进的路上。感觉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的克里斯立马穿过飞机残骸，果然在前方不远处的基地发现了灰猎犬的标志，而他们也在此时收到了总部的信号，并得知吉尔和帕克为寻找他们前往地中海飘到失联的消息。想必这一切肯定是灰猎犬设下的圈套。于是克里斯和杰西卡立马向着地中海赶去。回到泽诺比亚女王号上，吉尔在客房中逐渐苏醒过来，在与失联的帕克取得联系后，才知道互相的腰子都还在。二人各自想办法离开了房间，并一路来到驾驶室，可这里的通讯设备已经损坏。就在此时，二人驾驶来的船竟被炸毁，并且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想要偷袭吉尔，而这个人正是帕克曾经的队友雷蒙德。原来在1年前的福岛事件中，帕克和与克里斯在一起的杰西卡都隶属于 FBC， 雷蒙德也只是个练习2年半的见习生。就在福岛即将被摧毁的前夕， BSAA 指挥官奥布莱恩找上了 FBC 领导人摩根，质疑他这种摧毁城市的做法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还会催生出更多的灰猎犬组织。奈何摩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根本不在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BSAA。 很快一行人便搭上了直升机，在太阳能装置汇集阳光照射向城市以后，高楼大厦开始瓦解，这座海上乐园也很快不复存在。因为摩根的强硬手段，导致帕克和杰西卡转头向 BSAA， 而雷蒙德则继续留在了 FBC。 回到现在，帕克看着眼前的雷蒙德，质疑为什么 FBC 的人会出现在这里。雷蒙德只是轻蔑地表示，帕克他们甚至连自己为何在这里，在跟什么东西战斗都不知道，随即便转身离去。看来这艘船上肯定有着关于福岛事件背后的秘密，可当务之急还是得和总部取得联系。当他们好不容易穿过满是怪物的船舱取得钥匙，并来到紧急联络室以后，赫然发现这里的设备也被破坏了，就连雷蒙德都毫不知情。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灰猎犬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了声明，他们拥有能够感染海洋生物的 T 深渊病毒，任何鱼类接触到这种病毒都会瞬间变成可怕的怪物，而他们有办法感染地球上1/5的水源。发表声明的这个人也正是灰猎犬的首领诺曼。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坐立不安，于是奥布莱恩立马派遣手下的逗比2人组昆特和奇斯前去之前克里斯发现的灰猎犬基地调查线索，而克里斯和杰西卡也在漫无目的搜寻着吉
吉尔的所在。回到吉尔这边，他们觉得 T 深渊病毒很有可能就在这艘名叫泽诺比亚女王号的船上。不过当务之急是先需要恢复游轮的电力。在他们即将动身的时候，雷蒙德送给了他们方便通行的钥匙，并希望吉尔能够帮忙寻找和他一起前来的同伴瑞秋。这个瑞秋正是一开始吉尔遇到的那个被怪物杀掉的女人。此时的瑞秋已经变异成了怪物，还不时的趁机偷袭吉尔两人。好在火力够猛，瑞秋很快就倒下了。没有了阻碍，他们顺利的恢复了游轮的电力系统，但离开的大门立马就被锁死，并且不断往他们所在的控制室里排水。一瞬间，海水便即将没过他们的胸口。好在之前奥布莱恩派去灰猎犬基地寻找线索的逗比二人组，成功的在飞机残骸主机上找到了游轮的坐标。通过坐标，克里斯和杰西卡降落在了游轮之上，并一路向着吉尔所在的舱内赶去。终于在最后一刻破开了底舱的大门，然后找错游轮了。眼看吉尔两人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终于通过自救找到一条通风口逃了出去。好在电力系统已经恢复，他们只需要前往最高处的观景台就能与总部取得联系。之所以克里斯上错船，是因为他们错登上了泽诺比亚女王号的姐妹船，名叫塞米拉米斯女王号。知晓了缘由，克里斯二人再次出发。而在吉尔这边，他们暂时安全以后，便一路向着观景台赶去。途中遭遇了各种因深渊病毒感染的怪物，最终得以和总部取得了联系。但 BSAA 指挥官奥布莱恩却告知了他们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那个曾经将福岛摧毁的太阳能装置已经被人重新启动，并且打击目标正是吉尔所在的泽诺比亚女王号。如今总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前来救援。面对吉尔如今的危险处境以及是否是一场骗局的询问，奥布莱恩选择了闭口不谈，只是默默地看向了他与摩根的合影。好在危机关头，逗比二人组找到了吉尔自救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游轮上的无人机扰乱太阳能装置的瞄准系统。于是二人在指引下一路来到了游轮上的甲板，成功的找到了干扰用的无人机，并在最后一刻将无人机弹出了游轮。可怕的太阳光束集中在了游轮旁边的海洋之上，庞大的能量顿时掀起了一股巨浪，向着吉尔所在的游轮席卷而去。船舱内，吉尔和帕克只能勉强稳住身形，大量的海水再次涌进船舱。吉尔两人幸运地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与克里斯取得了联系。克里斯与杰西卡也已经靠近了泽诺比亚女王号，可船舱内的吉尔和帕克却再次遇见了将他们迷晕的神秘人。仿佛是因为阻止了太阳能装置，从而取得了他的认可，神秘人决定将揭露所有他知道的秘密，其中就有关于泽诺比亚女王号的秘密，并且包括灰猎犬为什么在福岛事件后便销声匿迹，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打算利用太阳能装置消灭这艘游轮。而现在神秘人将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他就被姗姗来迟的杰西卡打断了施法。跟在他后面赶来的克里斯更是激动，心想你倒是让他说完呀。见神秘人已死，帕克立马揭开了他的面具，没想到神秘人竟然正是那个练习2年半的雷蒙德。雷蒙德用尽最后一口气说出了3个字：导演不让说。重新集结的4人还没来得及多想，船体便再次发生了剧烈的摇晃。为了阻止深渊病毒污染地中海域，吉尔和克里斯出发前往实验室寻找病毒的踪迹，杰西卡则和帕克想办法延迟游轮的沉没。在双方互换同伴以后，克里斯与吉尔一路潜水，终于来到了泽诺比亚女王号的实验室中。顿时巨大的深渊病毒培养容器映入眼帘，看来灰猎犬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另一边，逗比二人组在飞机残骸附近的地堡终于找到了幕后的真相，似乎灰猎犬组织的出现都是由 BSAA 指挥官奥布莱恩一手策划，目的似乎是为了针对某个人而设计的。就在逗比二人组准备将更多的真相传回总部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地堡却遭到了轰炸。至此，逗比二人组与 BSAA 失去了联系，但真相却在断掉片刻以后继续开始了传输。回到实验室内，吉尔和克里斯准备销毁眼前的病毒。在寻找销毁方法的路上，吉尔通过员工尸体上留下的笔记得知，竟然是 FBC 领导人摩根在私下早已和灰猎犬组织有了 PY 交易。果不其然，就在吉尔拿到了通行码，准备销毁深渊病毒的时候，通过屏幕出现的摩根道出了所有的真相，正是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及销毁和灰猎犬暗中勾结的证据。于是摩根一手策划了灰猎犬袭击福岛的事件，然后作为始作俑者的摩根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就能利用太阳能设备将知晓自己秘密的灰猎犬与证据一起毁灭。而2年半练习生雷蒙德也正是奥布莱恩安插到摩根身边的间谍，但对于这件事摩根却丝毫不慌，因为他在船上的4人小队中同样也安插了间谍，而间谍正是与他们刚刚会合的杰西卡。此时的杰西卡正准备启动游轮的自毁程序，从而摧毁相关的证据。好在当初雷蒙德临死前并不是说的导演不让，而是告诉了帕克杰西卡正是那个间谍，宁可信其有。于是帕克将枪口对准了杰西卡。更加出人意料的是，雷蒙德竟然靠着防弹衣活了下来。但这时帕克却心软了，想要坐下来好好聊一下，奈何杰西卡眼里只有克里斯，于是他打上了帕克，并趁机启动了自毁程序。另一边，吉尔和克里斯也得知游轮即将被毁，于是立马向着船外逃去。就在他们逃跑的路上，遇见了重伤的帕克，可想要带个伤员争分夺秒的逃离，几乎是不可能的。途中帕克也只能舍身取义的掉入了火海。他们强忍心中的悲痛，一路来到游轮的甲板之上，但一只巨大的怪物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甚至摧毁了前来接应的直升机。好在他们还是顺利搭上了另一架直升机，并利用上面冒蓝火的加特林以及火箭弹，顺利的将怪物击杀。最后吉尔和克里斯2人成功逃脱，但揭露摩根的证据也随着同时启动自毁程序的2艘游轮一起葬送在了海底。见事已至此，奥布莱恩便将他的秘密告诉了2人。原来在当初的福岛事件
件中，练习生雷蒙德无意之间发现了摩根与灰猎犬的 PY 交易。经过了这件事情，心地善良的雷蒙德私下与奥布莱恩达成了协议。雷蒙德将计就计，在 FBC 做起了间谍，并且在故事的一开始策划了灰猎犬卷土重来的计划，甚至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幕后黑手摩根露出马脚。然而他们还有一个扭转局面的王牌，就是那份逗比二人组冒死传回的真相，那就是装载深渊病毒的游轮可不仅仅只有被摧毁的那2艘，还有一艘便是与海上都市一同沉没的迪多女王号。就在吉尔和克里斯刚刚了解了前因后果，摩根却先下手为强，派遣 FBC 的人控制了 BSAA 总部，并将奥布莱恩以涉嫌勾结灰猎犬的名义逮捕。如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克里斯和吉尔的身上，两人立马来到海上都市的沉没地点，并在沉船里发现了1年前灰猎犬首领诺曼的录像。不甘心的诺曼对摩根可谓是恨之入骨，于是他干脆将 T 深渊病毒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并带着摩根与他的 PY 交易录像永远的留在了沉没的迪多女王号上。在二人拼尽全力的寻找之下，终于来到了坐在灰猎犬标志下的诺曼面前。此时的诺曼在深渊病毒的作用下还痛苦的活着，甚至不慎将录像掉在了脚下。吉尔见状也不客气的捡了起来，但诺曼已经将一切活着的人当成了摩根。在无穷恨意的驱使下，诺曼使用了第2瓶深渊病毒。一阵可怕的变异过后，诺曼变成了一个心脏外露、可以瞬间移动以及使用分身的怪物。终究双拳难敌4手，再可怕的怪物也挡不住无限子弹的步枪。最终变异的诺曼倒下了，灰猎犬彻底宣告灭亡。而作为 FBC 领导人的摩根，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公之于众，当场被奥布莱恩反客为主，解除了他领导人的职位。至此，福岛事件的真相被揭露， FBC 因此遭到解散，大部分人员和资源被转移到了 BSAA， 而这个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反生化武器组织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故事的最后，逗比二人组在低保轰炸中存活了下来，并靠着卓越的功绩成为了 BSAA 东非分部的领导者。而帕克在舍身取义后被一同逃窜的雷蒙德所救，并在地中海漂流一段时间后获救。经过1个月的治疗，帕克重新回到了 BSAA 总部。作为指挥官的奥布莱恩则决定承担这次行动的一切后果，索性从领导者的职位退下，成为顾问。至于吉尔和克里斯，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迎接他们。接下来便是结尾最具反转性的一幕，练习生雷蒙德和间谍杰西卡依然活着，并且二人在一间餐厅相安无事的会面。雷蒙德很自然将深渊病毒交给了杰西卡，而在他们口中，那个曾经的 FBC 最高掌权者摩根则被他们幕后的公司暗中处理掉了。也就是说，二人都在为一个公司效力，属于是3面间谍了。那么后续的故事会如何发展？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在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故事结束后不久，克里斯和吉尔收到了 BSAA 总部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早已被瓦解的保护伞公司创始人之一斯宾塞正在一座古堡之中。跟着线索，他们深入了古堡的内部，可此时的斯宾塞已经被杀害，杀死他的正是克里斯一直在寻找的宿敌威斯克。威斯克曾在1代的洋馆事件中背叛了克里斯所在的特别战术小队，原本应该在洋馆中丧生的威斯克，通过某种病毒重生，并获得了超越常人的力量。而克里斯前来调查古堡的原因，也正是为了寻找这个背叛他的威斯克。来不及细想为什么他会杀掉斯宾塞这个保护伞的创始人，二人立马扣动手中的扳机。但此时的威斯克已经不是人类所能抗衡，他轻松地躲避了所有向自己射来的子弹。克里斯和吉尔只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在克里斯即将遭受生命危险的时候，吉尔不顾自身的安危，强行带着威斯克跌入了悬崖。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克里斯却什么也做不了。这件事情过后， BSAA 总部对其进行了搜救，可吉尔和威斯克的尸体都没有被找到，最终他们只能默认了吉尔的死亡。几年后，克里斯前往非洲执行任务，原因是在保护伞公司瓦解后，生物兵器流进了黑市，并被许多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利用生物武器攻击平民的事件，这也意味着新的生化危机即将拉开帷幕。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浣熊市那样的悲剧，作为反生物武器组织 BSAA 的其中一员，克里斯前往非洲的目的就是为了逮捕当地的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在克里斯到达一座小镇后，前来接应他的是 BSAA 成员谢娃。身为本地人的谢娃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克里斯的搭档和向导。而根据之前的情报，总部的 A 小队已经准备先一步前去执行抓捕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的行动。随即，克里斯和谢娃开始熟悉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小镇上安保措施严格，百姓们安居乐业。充满活力的青年为了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共同锻炼身体。在当地居民的注视下，二人与总部的线人碰头，线人为他们提供了武器，并告知他们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即将在广场进行交易。但临走前，线人却神秘兮兮地询问起了可以改变世界平衡的响尾蛇计划。但在克里斯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个谣传而已。线人却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认真，看来得需要尽快找到那个黑市商人埃尔文。就在他们前往广场的路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只见2个本地人将一种疑似火龙果的生物强行塞进了受害者的嘴里，顿时受害者就像吃到了人间美味一样，表情逐渐狰狞到流血，并且立马向着克里斯冲了上去。在解决掉热情的受害者以后，克里斯发现似乎是某种新型的生化病毒，心中越发不安的他当即与谢娃快速向着广场赶去。果不其然，一路上都是发狂的居民，与在浣熊市的丧尸不同，他们的手里都拿着各自的武器。就在他们来到广场以后，赫然发现之前与他们碰头的线人已经被这些发狂的居民控制，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之处死。
死。而居民们也很快发现了克里斯二人，在大量居民的围攻下，二人只能疲于奔命。好在总部派遣的直升机为他们提供了火力支援，炸开了离开这里的铁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金发的女人，本想施以援手，但这个女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无奈之下，克里斯只能帮她结束了痛苦。当他们来到黑市商人艾尔文的交易现场后，却发现先一步到达的 A 小队已经全军覆没，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队长。他们收到的交易生化兵器的线索，竟然是对方设下的一个陷阱。队长临死前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了克里斯，让他将资料传回总部。就在他们前往附近的仓库传回资料的途中，一只巨大的变异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可怕的是，枪械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这个变异体也是 A 小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好在克里斯急中生智，利用焚化炉将怪物烧成了灰烬。随后二人来到仓库，将数据传回了 BSAA 总部，并提到了这里发狂的居民，似乎很像4代中西班牙村民所感染的普拉卡寄生虫。如今也只有想尽一切办法逮捕那个黑市商人埃尔文，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随后总部告知了他们，埃尔文正在往附近的矿山逃去，并且会派遣 D 小队前去协助克里斯。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本想再次提供火力支援的直升机遭到了大量飞行生物兵器的袭击，这导致了直升机坠毁。二人立马赶到了坠毁现场，没料到竟然遭遇了恶灵骑士。猝不及防下，克里斯和谢娃被这些恶灵骑士包围。好在 D 小队成员及时赶到，迅速的帮他们化解了这场危机。安全之后，他们见到了小队队长乔许。乔许也曾教导过谢娃，他将从硬盘里得到的资料交给了克里斯。在将资料读取后，克里斯竟然发现了早已被总部判定为死亡的吉尔，这也说明了吉尔很有可能还活着。克里斯心中更加坚定了抓住黑市商人埃尔文的想法。二人当即穿过矿洞的深处，来到了矿山的控制室内。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埃尔文。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个身着长袍的神秘人破窗而入，迅速的将埃尔文救走。紧接着，他们在控制室内的文档中找到了埃尔文下一步的去向，正是位于附近沼泽地的油田。在 D 小队一名司机的建议下，他们坐上了吉普车，沿路击退了大量的恶灵骑士。但很快，他们便发现了大量 D 小队成员的尸体。见此情况，司机连忙下车查看，但杀死 D 小队成员的巨型怪物也随之出现。面对这种庞然大物，二人只能登上吉普车，利用上面的重机枪疯狂扫射怪物。而这头怪物同样也是被类似普拉卡的寄生虫控制，跟4代中里昂所遭遇的如出一辙。再结合之前村民的模样，也已经确认了这是一种新型的普拉卡寄生虫所导致的。在勉强杀掉怪物以后，克里斯深知如今的情况已经不是他们所能解决，所以他让谢娃先行撤退，他自己则准备独自前去寻找吉尔。但谢娃现在可是已经和克里斯有了过命的交情，他自然也执意跟着克里斯一起行动。二人坐上快艇，一路向着油田赶去。在路上，谢娃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父母因为保护伞公司的生化兵器实验被害，为了替父母讨回公道，并打击生化武器的制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BSAA。平静的时光很快便结束，通往油田的沼泽地区，当地的土著也被寄生虫感染，变得极度疯狂。在经过了艰难的战斗过后，二人终于来到了油田，并在油田的仓库内发现了 D 小队队长乔许。他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不幸被抓，才沦落到了这里。还没来得及多做解释，大量被新型普拉卡寄生的人冲了出来，他们只能边战边退，并在码头见到了准备逃走的埃尔文和神秘人。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埃尔文启动了油田的自毁程序，驾驶油轮离开了这里。好在乔许找到了另一艘快艇，三人赶在爆炸之前脱离了危险。很快他们追上了埃尔文，并登上了油轮。埃尔文见自己无路可退，于是他将神秘人交给他的普拉卡寄生虫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在跃进水中后，很快就变异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甚至长出了数只可怕的触手。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赢不了战斗经验丰富的克里斯。克里斯很快便找准了他的本体，在不断的攻击下，埃尔文从怪物的体内脱离出来。见他还有一口气在，克里斯连忙询问他们的阴谋。埃尔文只是提到了一个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响尾蛇计划，这个计划的真相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而想要知道响尾蛇计划的真相，就需要去往前方的洞窟中寻找答案。无奈之下，三人来到了洞窟之中。乔许决定先一步回去请求总部的支援。在和乔许分别后，克里斯和谢娃继续向着洞窟深处前进。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遗迹废墟，这里充斥着大量的机关和陷阱，以及当地土著的埋伏。在解开了这里的一道道谜题，穿过各种宏伟的建筑群后，他们终于来到了遗迹的最深处，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的秘密。只见巨大的祭坛之上种满了名为太阳花的植物，也可以称之为太阳阶梯。这种太阳花能够用于制作始祖病毒，而始祖病毒正是衍生出大部分病毒的起源，像 T 病毒和深渊病毒都是在始祖病毒的基础上所开发的。克里斯还发现了保护伞公司遗留的标志，甚至还有在后面到来的三联公司。这个三联公司也是 BSAA 的赞助商，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研究太阳花。而三联公司则在保护伞瓦解后，继续开始研究起了这种植物。顺着一旁的通道，他们来到了一所实验设施中，这里装满了储存人类身体的容器。这些人都是被三联公司抓走，用来进行生物实验的受害者。见到这一幕，克里斯当即使用控制台查询到了吉尔所在的容器，并将之调了出来。可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容器里并没有吉尔的身影。这时，三联公司的非洲分部代表艾克谢拉出现在了屏幕之上，并警告他们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克里斯见这个女人肯定知道什么秘密，于是立马决定将艾克谢拉捉拿归案。途中，克里斯通过无线电意外得知，威斯克竟然也在这里。想必所谓的响尾蛇计划以及三联公司的所作所为都和他脱不了干系。艾克谢拉见
现克里斯对自己穷追不舍，于是便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什么是响尾蛇计划。原来这个所谓的计划，正是通过这种响尾蛇病毒制造出一批具有强大适应能力的变异者，而这种响尾蛇病毒也正是根据始祖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和演化而来。在人类感染这种病毒后，如果能够成功适应，就会保留意识并获得力量，反之就会成为丧失意识的怪物。至于三联公司的野心，也不仅仅局限于将这种病毒卖给他人。随后克里斯用火箭筒解决了这头怪物。结合之前的种种原因，看来正是威斯克和三联公司打造了响尾蛇计划，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将病毒感染全人类，从而筛选出其中的弱者，并创建一个更加强大的种族。一旦让他们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克里斯和谢娃再次动身，成功的追上了艾克谢拉。这时那个长袍神秘人再次出现，试图偷袭二人。克里斯反应迅速，在搏斗中打掉了神秘人的面具。就在此时，一直身在暗处的威斯克现身了，他没有多做隐瞒，直接拉开了神秘人的兜帽。而这个神秘人竟然正是克里斯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吉尔，但吉尔已经感染了响尾蛇病毒，并被威斯克控制。他不由分说便再次大打出手。克里斯不愿伤害同伴，二人也只能被打得狼狈不堪。威斯克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情理会他们，口中说着还有其他事要忙，于是便留下了吉尔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里。随后吉尔则暴露了胸口的某种装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那个东西拆下来。克里斯没有废话，直接上前就开始硬拽控制吉尔的仪器。在经过了多次的尝试过后，仪器被成功取下，吉尔也缓慢的恢复了意识。在向二人道歉后，吉尔让他们赶紧去追威斯克，因为他离开的目的正是为了将响尾蛇病毒散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只有克里斯能够阻止他了。告别吉尔以后，他们发现了一艘巨型货轮，威斯克也正和艾克谢拉登上了货轮。很快，克里斯二人潜入了船上，一路来到了船舱的内部，并在这里发现了试图隐瞒什么的艾克谢拉。可惜的是，他们的手下留情，导致艾克谢拉逃走。但谢娃也发现了一种名为 PG67 的药物，似乎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东西。而这一切都被威斯克看在了眼里，并在接下来揭露了他为什么会杀死保护伞创始人之一的斯宾塞。在当初威斯克先一步赶到古堡后，斯宾塞说出了关于威斯克身世的真相。原来斯宾塞意图通过始祖病毒让人类实现进化，于是他挑选了数百名高智商父母所生的孩子作为实验对象。一旦成功，这些孩子将会辅佐斯宾塞成为神。可在注射了实验病毒后，只剩下了少部分生还者，而斯宾塞自己也因为保护伞的瓦解导致计划被终止。如今就算是成为了神，斯宾塞也无法抗衡岁月的侵蚀。作为当初的实验对象，威斯克心中有着斯宾塞灌输的价值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只有真正拥有力量之人才能成为神，所以威斯克延续了斯宾塞的理念，才打造了意图净化全人类的响尾蛇计划。回到克里斯这边，他和谢娃来到了尸体堆积成山的甲板之上，并发现了艾克谢拉。此时的艾克谢拉已经被威斯克注射了病毒，在他不甘的眼神下，逐渐吸收周围的尸体，变异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在逃无可逃的情况下，克里斯只能拿起手里的火箭筒，不断的向着巨型怪物射击。最终怪物倒在了众生平等火箭筒的炮火之下。而在轮船的控制室中，克里斯得知了威斯克打算如何将响尾蛇病毒散播到全世界，那便是利用轰炸机装载携带响尾蛇病毒的导弹，只要轰炸机到达对流层就会发射，随着导弹飞散的病毒便会随风飘散到世界各地，届时全世界的人类都会集体飞升，威斯克就能成为超级人类的主宰。就在克里斯发愁之际，吉尔通过电话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之前他们偶然得到的一种名为 PG67 的药物，正是威斯克用来稳定体内病毒的必需品，可一旦过度的注射，效果就会像毒药一样。得知了这个重要的消息，二人再次向着轰炸机的所在赶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威斯克，可他们依旧无法奈何行动敏捷的威斯克。于是克里斯决定赌上一把，他一把抱住了威斯克，谢娃趁这个机会把药物注射进了其体内。威斯克眼见情况不妙，强忍药物带来的痛苦逃进了轰炸机内，并将之启动。克里斯二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在轰炸机起飞的前一刻成功的爬了上去。来到内部，双方再次大打出手。眼见威斯克状况逐渐好转，谢娃急中生智，一把拉开了舱门。在巨大的高速气流下，轰炸机迫降在了满是岩浆的火山口之中。侥幸生还的二人成功的从飞机内逃了出来，而威斯克也已经被逼到了暴走的地步。他毫不犹豫的吸收了大量响尾蛇病毒，进化出了由触须和钢铁组成的触手，并开始疯狂的挥舞。可他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的速度。克里斯也不慌不忙的掏出了火箭筒，最终威斯克被打败了，并跌入了岩浆之中。恰好此时吉尔和乔许驾驶直升机赶到，二人成功登上直升机逃出升天。但不甘的威斯克发出了最后的怒吼，他用触手死死的拉住了直升机。见这个大势已去的神还在做无谓的抵抗，于是克里斯和谢娃双双掏出了火箭筒，并扣动了扳机。随着导弹命中目标，威斯克也彻底沉入了岩浆之中。他们也终于完成了守护世界的任务。克里斯看着眼前吉尔和谢娃对自己展露的笑容，或许这才是他如此拼命的去守护这个世界的价值吧。我是修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你经历过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这种名为 T 恐惧的病毒，可以在宿主陷入极度恐慌的时候，使其迅速产生变异。反之，只要宿主能够克服恐惧，病毒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俗话说得好，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的不足。而在这款游戏里的主角们，是否又能够克服恐惧？狂魔今天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部《生化危机启示录2》。
故事的时间线设定在5代和6代之间，此时的保护伞公司已经瓦解，由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病毒和生物武器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在经历过福岛事件和威斯克的衔尾蛇计划以后，一个名叫泰拉塞弗的组织应运而生，他们站在了反对生物武器的第一线，帮助那些无辜的平民脱离病毒的侵害，主打的就是一个为爱发电。而那个天煞孤星克里斯的妹妹克莱尔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在泰拉塞弗的宴会上，巴瑞的女儿莫伊拉也作为新人刚刚来到这里。巴瑞正是1代中击杀生化危机史上第一只丧尸的猛男，可似乎莫伊拉却对巴瑞十分的不满，甚至经常抱怨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灯光陷入了一片黑暗，还没等宴会上的成员反应过来，一群士兵破窗而入，立马控制住了所有人。在确认了克莱尔身份以后，不由分说便将其带走。当克莱尔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一所监狱之中，并且被戴上了一个手环。由于他在浣熊市经历过更为可怕的场景，克莱尔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并在另一个牢房中发现了莫伊拉。奇怪的是，牢房大门却自动打开了，而远处的摄像头也表明了有人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然而就在他们向着外面逃跑的路上，监狱里的场景也越来越让人头皮发麻，四处可见的血迹宛如屠宰场一般。果不其然，这里并不是没有任何威胁，一只丧尸突然出现。好在克莱尔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暂时脱离了危险。可前进的路上，组织成员吉娜惨遭丧尸的侵犯，克莱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了自己的面前。看来被抓到这里的人不仅仅只有克莱尔和莫伊拉。幸运的是，他们在一具尸体上找到了防身的手枪，可莫伊拉却对枪十分的反感，宁愿在一旁用手电打光，用撬棍撬开大门，他都不愿意用枪。就在即将离开监狱的时候，二人手上的手环发出了声音。果不其然，有人在暗中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通过监视者的话和资料推测，他们已经被植入了某种病毒，并成为了实验品。而手上的手环会随着恐惧而变色，绿色代表正常，橙色代表紧张。如果开始闪烁红色，那就是恐惧。当手环变为红色的时候，其体内的病毒就会产生突变。好在经验丰富的克莱尔并没有慌乱，而是靠着强大的火力不断破解这里的机关。他们也终于逃出了这所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决定前往远处的无线电塔。可当克莱尔爬上高耸入云的塔顶重启电源后，控制室内的莫伊拉却依旧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克莱尔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所处的位置竟然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之后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另外3名泰拉塞弗的成员，在众人交流了一番病情后，他们决定开始探索这座岛屿，寻找离开这里的方法。幸运的是，组织成员盖博找到了一架直升机，只要找到燃料和电池就能重新启动。于是在另一个组织成员佩卓的帮助下，他们成功的找到了2样必需品。可附近的报警器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3人只好前去将之关闭，但警报的声音却吸引来了大批的丧尸。尽管克莱尔已经在尽力的阻挡丧尸以及安慰慌张不已的佩卓，但佩卓却已经被吓破了胆。病毒很快便在其体内产生了突变，佩卓瞬间丧失了理智，用手上的钻孔机攻击2人。克莱尔见无力回天，只能向着佩卓投掷爆炸物，靠着更为恐怖的火力才帮助他解脱了痛苦。可是外面的丧尸已经越来越多，就在2人疲于应付的时候，第3名组织成员尼尔及时赶到，帮助他们暂时脱离了危险。眼前这个看似靠谱的男人，也正是克莱尔现在的心仪之人。很快3人便来到了一座小镇，通过之前佩卓调查的线索，手环的信号正是来自眼前这座高塔的最高处，只要顺藤摸瓜找到幕后黑手，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然而意外的是，3人在攀爬一处断梯的时候，尼尔为了引开丧尸，只能与2人暂时分别。不得已之下，2女只好继续前进。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无助的小女孩，在莫伊拉的连哄带骗下，小女孩逐渐放下了戒心。她名叫娜塔莉亚。奇怪的是，她手上的手环赫然已经变为了红色，但她的身体却并没有突变。娜塔莉亚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自己小小的身体来躲避丧尸，甚至能够在中途帮助2人打开锁住的大门。就在他们即将到达高塔下方的时候，盖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驾驶着修好的直升机前来接应。但他忘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克里斯可是克莱尔的哥哥。伴随着一阵电流，直升机彻底失控。陷入极度恐惧的盖博看着即将变异的身体，想要砍掉佩戴手环的手臂，可终究还是无济于事。而娜塔莉亚也被突然出现的神秘人掳走。如今他们已然没有了退路，只能向着高塔走去。但高塔却是大门紧闭，只留下了一张尼尔让他们前去附近工厂的纸条。心上人的话，克莱尔自然是深信不疑。在工厂之外出现了普罗米修斯的雕像。根据希腊神话中记载，普罗米修斯盗走了火送给人类，导致宙斯让他整日被老鹰啄食内脏。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丢失的内脏，就能前往高塔内部。于是2人在工厂之中破解了层层的机关谜题，最终复原了普罗米修斯的内脏，成功的打开了前进的大门。他们也终于得以进入了高塔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克莱尔在这里发现了尼尔留下的名单，上面的人正是被抓到孤岛上的泰拉塞弗成员。就在克莱尔愤怒不已的时候，监控上出现了尼尔的身影，这也证明了他出卖组织的事实。原来尼尔是为了得到监视者手上的衔尾蛇样本，才将组织成员引诱到了这里，而尼尔则只不过是 FBC 领导人摩根的走狗而已。他想要重现摩根的手段，利用衔尾蛇病毒创造新的福岛事件，从而让 FBC 再次成为救世主一样的组织。可尼尔没料到的是，这名神秘的监视者却暗算了自己，将衔尾蛇病毒注射进了他的体内。当克莱尔和莫伊拉赶到的时候，尼尔的身体已经开始了变异，让他变成了一只丑陋无比的生物兵器。面对曾经的心仪之人，克莱尔只能拿起手中的武器不断扣动扳机。可在战斗的途中，莫伊拉不慎被尼尔的触手缠绕，为了救下莫伊拉，克莱尔只能让尼尔向着下方跌落，可他自己却被尼尔压在了身下。莫伊拉看着眼前的手枪，却
陷入了过往的悲痛之中。原来在他小时候，父亲巴瑞因为喜欢收藏枪械，导致莫伊拉在拿枪玩耍的过程中不慎走火打伤了妹妹。从此以后，这件事便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莫伊拉也将这件事怪在了自己父亲的头上。面对如今危在旦夕的克莱尔，莫伊拉只能强压心中的恐惧，再次拿起了手枪，毫不犹豫地清空了弹夹。克莱尔也成功地脱离了危险。然而监视者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并缓缓地来到了娜塔莉亚的面前。也正是尼尔将娜塔莉亚抓来的。随着二人不断向着塔顶前进，监视者的真面目也浮出了水面。原来当初斯宾塞制定的威斯克计划，不仅仅只有阿尔伯特·威斯克具有野心和能力，还有另一名女性同样可怕，那便是亚历克斯·威斯克。亚历克斯延续了斯宾塞寻求永生的理念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法避免自身的衰老，于是亚历克斯决定将自己的心智传送到其他容器当中，以逃避死亡。但容器必须要能够克服任何恐惧，并且在传输后需要6个月才能达到稳定状态。为了找到合适的容器，亚历克斯研制出了 T 恐惧病毒。他利用岛上的居民进行实验，甚至抓来了泰拉塞夫的成员。但令他意外的是，最合适的容器正是娜塔莉亚，因为娜塔莉亚曾在福岛事件中幸存了下来。在经历了恐怖的袭击以及亲眼看着父母被杀害之后，娜塔莉亚已经无法感受到恐惧，所以这个小女孩自然就是容器最合适的人选。得知了一切真相后，克莱尔和莫伊拉一路来到了高塔的实验室中，准备和亚历克斯展开最后的决战。但亚历克斯却是不慌不忙学起了岳父，直接一枪爆了自己的头，看得二人一愣一愣的。原来他已经将自己的心智植入到了娜塔莉亚体内，所以他一点都不慌。与此同时，高塔开始了自毁程序，他们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不断向着高塔外逃去。可不幸的是，莫伊拉为了救下克莱尔，导致自己被压在了残骸之下。面对这种局面，只能走一个算一个。克莱尔只能在爆炸之前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之中。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自己已经在送往手术室的路上。眼前巴瑞焦急地询问着莫伊拉的下落，但这位老父亲听到的却是女儿的死讯。他不愿相信莫伊拉死去的事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在6个月之后，巴瑞独自一人来到了这座孤岛。当他踏上孤岛的时候，小女孩娜塔莉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眼前可怜的小姑娘，巴瑞不忍心留下她一个人，于是只能无奈地带上娜塔莉亚一起寻找女儿。在穿过了莫伊拉曾逃出的监狱后，一老一小来到了无线电塔的控制室。在这里，娜塔莉亚得知了巴瑞的女儿是莫伊拉以后，她痛苦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并告诉巴瑞莫伊拉已经死了。得知了这件事，巴瑞心中更加的愤怒，无论罪魁祸首是否还活着，就算是死了也要拉出来打一顿，才能解心头之恨。在娜塔莉亚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高塔之中，在这里发现了2个威斯克的合影，并得知了亚历克斯的存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恐怖的声音在大厅中响起，原来亚历克斯并没有死去，而是变成了一只丑陋无比的怪物，甚至迫切的想要杀掉娜塔莉亚。暂时无法搞清楚状况的巴瑞，只能在丧尸的追杀下，带着娜塔莉亚暂时逃离这里。因为一路上一老一小的互相陪伴，再加上巴瑞觉得自己亏欠了女儿，让他开始将娜塔莉亚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可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亚历克斯再次出现，一巴掌直接打飞了巴瑞。亚历克斯对娜塔莉亚的仇恨达到了顶点，他不甘心为什么自己会变得又老又丑，而娜塔莉亚这个失败品却没有任何改变。就在他即将掐死娜塔莉亚的时候，他却看到了一种令自己无比恐惧的东西。当巴瑞再次醒来的时候，亚历克斯已经逃走。见小女孩没事，二人便再次启程，有些账肯定要找亚历克斯清算。在前进的路上，他们来到了一处洋房之中。小女孩看到华丽的装饰，很是羡慕，但巴瑞似乎对洋房没有什么好印象。而他们接下来的探索则揭露了为什么亚历克斯会失败。原来当时亚历克斯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犹豫了，从而感受到了恐惧。著名剑圣韦明一心曾说过，犹豫就会败北。所以在亚历克斯死后，T 恐惧病毒将他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他也因此变成了丑陋的怪物。可亚历克斯的心智已经植入到了娜塔莉亚的大脑中，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着2个自己，所以他必须杀掉娜塔莉亚。与此同时，亚历克斯找到了一只病毒，在将病毒注射进自己体内后，他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异，使其变得更加丑陋且强大。而一老一小也赶到了这里，饶是亚历克斯变得如何强大，他面对的终究是手持马格南的巴瑞。可在战斗的过程中，亚历克斯竟然一把抓住了娜塔莉亚。就在小女孩即将命悬一线的时候，远处一个身影连续扣动了手中的扳机，救下了娜塔莉亚。来者正是幸存下来的莫伊拉。老父亲看到这一幕，心中大喜。经历了这一切，莫伊拉也放下了对父亲的埋怨，父女2人终于重归于好。但亚历克斯这个威胁却依旧存在，他的体型变得更为巨大，一路追着3人来到了悬崖边。这时，一头短发的克莱尔乘坐直升机，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Moira, I'm so sorry. You were in trouble. And you came back with a chopper and a sniper rifle and a fucking off. Shut up! Let me take care of it. Are you sure you don't need me, Perry? I mean, yeah. I'll always need you. But for now, I have this.
cover you from the chopper. Ah! 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巴瑞在下方肉身吸引仇恨，克莱尔则看向了直升机上的火箭筒。随着克莱尔扣动扳机，这位女威斯克就像男威斯克一样，身体逐渐在剧烈的爆炸中分崩离析。经历了这半年噩梦般的体验，父女二人重归于好。巴瑞也决定收养娜塔莉亚，并将她视作自己的女儿对待。故事的最后，克莱尔接到一通电话，得知了哥哥克里斯此时正在中国。克莱尔只好无奈地说道：“让皮尔斯好好照顾他。”生化危机6的故事也即将拉开帷幕。而此时已经在巴瑞家中的娜塔莉亚却露出了邪魅的一笑。在生化危机系列中，有着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其中就有玩家们永远得不到的女人艾达王，只是路过都会让附近载具心惊胆战的里昂和克里斯，就连磕队友这个属性，二人也是不相上下。而在这一作中，他们不约而同的前往了位于中国的虚构城市蓝翔，应对又一场生化危机，并且里昂和克里斯这两个天煞孤星，还为了争夺艾达王不惜大打出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的局面？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系列出场角色和故事线最多的一部作品《生化危机6》。故事的背景发生在2013年左右，距离浣熊市事件也已经过去了10几年。克里斯在阻止了威斯克集体飞升的计划以后，便担任起了 BSAA 北美分部队长，并于2012年年末率领小队成员前往位于东欧的伊东尼亚，对抗那里的叛军所使用的生物兵器。而这一次，他们所要面对的怪物是一种名为杰沃的新型生物兵器，具备了高度的智能和战斗力，甚至可以用变异的方式处理肉体所受到的创伤。为了鼓舞士气，克里斯发表战前动员，希望每一位队友都能生还。在听到克里斯的慷慨陈词后，作为2年半练习生的芬恩不由得痛哭流涕。这个 BSAA 传奇人物克里斯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越发高大。对此，克里斯最为器重的小队成员皮尔斯只是摇了摇头，便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来到前线，小队立马遭到了前方的猛烈攻势。面对能够靠着变异2次战斗的敌人，以及破坏力惊人的巨型生物兵器，克里斯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线，不断地向前推进。很快，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遇到了此时已经成为特工的雪莉。雪莉正是2代中与里昂和克莱尔一起逃离浣熊市的小女孩。因为克里斯和克莱尔的关系，再加上克莱尔经常对雪莉提到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哥哥，他们很快便认出了互相的身份。这时，皮尔斯发现雪莉的身后竟然有一名敌方的雇佣兵。雪莉连忙解释，因为特殊原因，这名雇佣兵现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而这个像小混混一样的雇佣兵名叫杰克。面对危机四伏的战场，他们现在没有时间争论。克里斯接到了新的指令，前去摧毁阻止增援部队降落的高射炮。与此同时，敌人再次出动了巨型生物兵器，雪莉和杰克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在他们的配合下，很快便处理掉了巨型生物兵器和高射炮。随后，在克里斯的帮助下，雪莉和杰克得以乘坐直升机离开战场。临走前，克里斯询问杰克他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可得到的却是杰克不屑的回答：目前还是任务要紧。在目送2人乘坐直升机离开后，克里斯率领小队进入了一处大厅之中，这里充斥着不同形态的人俑，甚至能够隐约看到其中被包裹的人类身影。很快，人俑产生了变异，并且孵化出了战斗力更加可怕的怪物。于是他们向总部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在一间散落着注射器的房间，克里斯发现了这种导致人类变成人俑并迅速孵化成怪物的病毒，名叫 C 病毒。而这时，一身蓝衣打扮的艾达王走了出来，并声称自己是被高薪诱骗到这里的普通人。艾达甚至提到了正是一个名叫新保护伞的组织在帮助叛军作战，但克里斯并不认识艾达，对他这个突然冒出的女人警惕万分。于是克里斯让手下的练习生芬恩负责保护和盯紧艾达。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蓝衣艾达却不见了踪影。当小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艾达启动了机关，将克里斯和小队强行隔开，并投掷了一枚装有 C 病毒的炸弹。随着其中的针头喷射而出，包括练习生在内的小队成员全部被针头击中。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队员们就在痛苦和绝望中化为了人俑。只有克里斯和他最为器重的皮尔斯幸免于难。然而芬恩却在人俑破裂后变成了怪物，向着2人冲了上来。于心不忍的克里斯未能及时开枪，导致他在练习生的攻击下头部遭到了重创。这段悲惨遭遇使得克里斯患上了创伤失忆症，并且变得极度消沉。时间很快来到了半年后，皮尔斯在东欧的一个酒吧找到了因为醉酒和人动手的克里斯。随后皮尔斯不断用曾经的回忆刺激他，克里斯也终于回想起了自己曾是 BSAA 的一员，于是便答应了皮尔斯前往蓝翔市执行任务，希望在过程中找回更多自己丧失的记忆。在克里斯到达蓝翔市后，便开始了一边镇压生物兵器的袭击，一边前往目标大厦营救被绑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们成功的将人质救出后，总部也对大厦进行了轰炸。就在这时，残骸中出现的人俑让克里斯回忆起了练习生死前的样子，他失去的记忆也随之恢复，对艾达的恨意也上升到了顶点。皮尔斯告诉他，蓝衣艾达正是新保护伞的首领，并且此时他也正在蓝翔市。怀着复仇的决心，克里斯率领小队开始搜寻艾达的踪迹。前进的路上，他们意外发现了雪莉和杰克正被生物兵器包围，来不及细想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迅速帮他们化解了危机以后，克里斯
带着小队继续寻找艾达，一路上许多队友不幸丧命，但被愤怒蒙蔽了双眼的克里斯却依旧不管不顾。虽然他们找到了蓝衣艾达，但最后一名队友也被他注射了 C 病毒，并在一顿嘲讽克里斯后离去。这一行为导致克里斯被彻底激怒，不管皮尔斯如何劝导他冷静都无济于事，二人只能不管不顾的再次追了上去。途中他们遭遇了蓝衣艾达设下的各种陷阱，最后终于在一个墙角堵住了他。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出现并与克里斯展开了肉搏，二人打得难分胜负，最后互相掏枪才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原来这个人正是里昂。两个生化危机系列的天煞孤星也完成了第一次碰面。里昂告诉克里斯，艾达是这场生化袭击的重要证人，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美国总统辅佐官西蒙斯。但蓝衣艾达杀死克里斯队友也是事实，并且他还是新保护伞的首领。面对克里斯愤怒的质疑，里昂依旧坚定自己保护艾达的立场，谁让这个女人亲过自己呢？然而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蓝衣艾达却扔出了一颗闪光弹，趁这个机会迅速逃走。但因为里昂还需要追捕西蒙斯，他只能拦下克里斯，希望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要掺杂过多的个人感情。明白了里昂的意思，克里斯也从愤怒中冷静了下来，决定抓捕艾达，将他绳之以法。于是立马和皮尔斯驾驶吉普车继续向着艾达追去。他们一路上死死地咬住了艾达的屁股，不让这个女人摆脱自己。最后他们更是狂飙到了港口，径直冲到了停靠在港口的航空母舰之中。可就在航母的内部，他们发现这娘们儿竟然还有空换了一身同款的红色衣服。来不及细想，他们径直杀到了航母的高处。可在发现艾达以后，她的服装竟然又变成了蓝色。克里斯则管不了这么多，只要长得好看就行。见克里斯追了上来，蓝衣艾达再次用克里斯死去的队友试图挑衅。虽然愤怒，但克里斯还是保持着理智，只是一枪打掉了他手里的武器，奉劝他乖乖站好接受逮捕。但蓝衣艾达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此时海岸附近的航空母舰已经准备发射搭载 C 病毒的导弹，浣熊市的惨剧也将再次上演，并且这一次的规模将会是全世界。话音刚落，一架直升机突然出现，直接一枪击中了艾达的胸口，最后艾达就这样从高处跌下，重重的摔在了甲板之上。皮尔斯则在艾达留下的手提箱中发现了一只装有 C 病毒的注射器，而其中的另外2只已经不见了踪影。在明白了敌人真正的目的是对全球发动病毒袭击后，克里斯也顾不了到底是谁杀了艾达，当即带着皮尔斯坐上了战斗机，向着海上搭载 C 病毒导弹的航空母舰疾驶而去。不愧是 BSAA 传奇人物，仅凭一架战斗机就摧毁了航母上所有的防御设施，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导弹被成功发射，向着蓝翔市径直飞去。在飞行的途中，导弹内部的程序被一层层的启动，伴随导弹在城市的中心爆炸，大量的 C 病毒扩散开来，将城市内的居民和建筑全部覆盖。空气中充斥着携带病毒的烟雾，被感染的人类冲进了建筑物内，向着幸存的居民发动了袭击。整个蓝翔市刹那间宛如一片地狱，浣熊市的景象再次上演。而在战斗机上的克里斯与在城市内幸存下来的里昂取得了联系，两人由此展开了一段只属于天煞孤星的对话。里昂希望克里斯能够前去海底油田营救雪莉和杰克，而那个痞里痞气的雇佣兵杰克正是克里斯曾经的老对手威斯科的儿子，并且杰克身上拥有 C 病毒的抗体，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关键。闻听此言，克里斯也告诉了里昂蓝衣艾达死去的事实。得知这个消息后，里昂眼中的光似乎消失了一瞬间，但他还是在片刻失神后依旧不忘自己的使命。随即克里斯调转航线，一路抵达了雪莉和杰克所在的海上设施。他们杀进了设施的内部，并在其中成功的与二人会合，可能是唤起了心中的回忆。克里斯在杰克身上看到了威斯科的影子，甚至爽快地承认威斯科就是他所杀。听到这句话，杰克立马用枪指向克里斯。对此雪莉也表示很无奈，他爹威廉死在了克里斯妹妹克莱尔的手上，他都没说啥。克里斯只觉得杰克有向他复仇的权利，但必须在复仇后活下去，用他体内的 C 病毒抗体拯救世界。好在杰克并不像他父亲一样，他选择了暂时放下私人恩怨，一起逃出这里再说。然而就在他们的上方，一只巨大无比的茧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头名为混沌的怪物。原来连 C 病毒导弹都只是个幌子，蓝衣艾达真正的目的是想释放这头怪物，只需要短短几天，混沌就能把病毒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能够确保雪莉和杰克的安全，克里斯二人决定留下来阻挡混沌。但不幸的是，在与混沌的战斗过程中，皮尔斯为了保护克里斯，手臂被钢筋刺穿。见队长再次陷入生命危险，皮尔斯强忍痛苦，向着前方的 C 病毒缓缓地爬去。正是他在艾达手提箱里捡到的 C 病毒。皮尔斯没有犹豫，将 C 病毒全部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之上，手臂瞬间开始变异。他努力地保持着理智，并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保全克里斯的性命。在获得了变异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下，二人终于将混沌打败。克里斯不断鼓舞即将倒下的皮尔斯，并搀扶着他来到了逃生舱外。但皮尔斯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在即将登上逃生舱的前一刻，他一把将克里斯推了进去。或许这也是他能够为队长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吧。随着逃生舱的启动，海下设施中只剩下了皮尔斯孤独的身影。这时混沌却再一次向着逃生舱冲了上来，但他却忘了还有皮尔斯这个阻碍。伴随着最后一阵强大无比的电压，混沌缓缓地沉入了深海之中。最终逃出升天的克里斯手中只剩下了一枚 BSAA 的勋章。克里斯也会带着皮尔斯的意志，不再自暴自弃，而是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新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回克里斯在伊东尼亚执行任务那天，去看看雪莉和杰克在这期间经历了什么。在杰克协助叛军作战的期间，他和叛军都注射了蓝衣艾达提供的 C 病毒，因为其免疫体质，他能够在叛军变成怪物以后还能悠哉地吃着苹果。这时已经成为特工的雪莉找上了他，声称杰克体内的抗体是拯救世界
界的关键。杰克作为一名雇佣兵，觉得只要能够开出高价，他拯不拯救世界都无所谓。于是杰克与雪莉达成了5000万美金购买其血液的协议，二人暂时合作逃离战场。然而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却遭遇到了一只名为追捕者的强大怪物，稍不留神就会被怪物残忍对待。幸运的是，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克里斯，随后他们便在克里斯的安排下登上了离开伊东尼亚的直升机。雪莉也成功的联系到了上司，上司也表示愿意接受5000万美金的价码。还没来得及高兴，追捕者再次追了上来。看来这个怪物真的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追捕者的攻击下，直升飞机彻底失控，二人只能赶在爆炸之前拿上降落伞逃离。可由于降落伞被螺旋桨撕碎，他们掉落在了雪地之上。再次醒来的时候，飞机的残骸碎片已经插入了雪莉的背部。在雪莉的恳求下，杰克只能帮她拔出了碎片。出人意料的是，雪莉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了。见到这一幕，杰克认为研究雪莉更有益于全世界。雪莉则说道自己早就被研究过了。随后他们在飞机残骸附近找回了与杰克相关的资料，并来到一间小屋中休息。屋外大雪纷飞，两个年轻人难免有些边界感，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为了缓和气氛，杰克问起了雪莉的身世。原来雪莉在2代中被父亲威廉注射了鸡病毒后，虽然靠着疫苗活了下来，但部分病毒也已经适应了他的身体，这才拥有了惊人的再生能力。就在气氛逐渐暧昧的时候，杰克却突然一把推倒了雪莉。原来是大批的敌人追了上来，看来一定还有其他人在打杰克的主意。由于战斗引发了雪崩，他们当即坐上雪地摩托，向着山下迅速逃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他们逃到雪山下的洞窟以后，追捕者又对他们展开了不死不休的追击。好不容易甩开追捕者，来到洞窟外，大批的生物兵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导致追捕者将他们打翻在地。而蓝衣艾达也在此时走了出来，并且对杰克说出了他正是威斯科的儿子。在此之前，杰克以为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抛弃妻子的小流氓而已。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半年后，也就是克里斯前往蓝翔市执行任务的当天。此时的杰克和雪莉正位于蓝翔市的实验室中，新保护伞公司一直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终于在这一天，杰克找到了逃脱机会，二人相继逃到了换衣间，准备拿回自己的衣物。这一下，年轻人的边界感被打破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杰克忍不住瞅了一眼，确认了一下雪莉身上的伤势真的痊愈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杰克通过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光荣事迹，他也将自己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归结到了父亲的身上。但雪莉只觉得现在的杰克需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信念。拿回武器后，二人向着实验室外杀了出去，并与总部取得了联系。在确定了集合地点后，他们一路向着蓝翔市的中心赶去。不过途中他们还是因为敌人的阻挠导致翻车，好在他们碰上了正在追击蓝衣艾达的克里斯。在克里斯的帮助下，二人成功脱险，并在这里遇见了刚刚到达蓝翔市的里昂。在得知了雪莉已经成为特工，并且正在执行任务，里昂表示很欣慰。但就在里昂说出自己正在追捕总统辅佐官西蒙斯以后，雪莉顿时惊讶不已，因为这个西蒙斯正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西蒙斯下令让雪莉将杰克带回去的。听到这个消息的里昂情绪有些激动，但杰克却一把推开了里昂，眼中充满了杀意。雪莉见状当即解释了里昂和他的关系，杰克也意识到原来是岳父大人，那没事了。就在此时，追捕者再次出现，并对一行人发动了偷袭。关键时刻，杰克抢在里昂之前护住了雪莉。里昂见状也露出了属于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就在他们与追捕者的战斗中，双方再次被隔开。出于对里昂的绝对信任，雪莉还是将自己与西蒙斯会合的地点告诉了里昂。随后他们再次出发，遭遇了各种生物兵器的袭击。奇怪的是，在途中，雪莉即将遭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一抹红色的身影将她送到了杰克的怀里。这个神秘人似乎在暗中帮助他们。终于他们来到了会合地点，可里昂和他的新搭档此时已经先一步赶到。见状，雪莉赶紧冲了出来，立马质问起了西蒙斯是否跟这次蓝翔市生化袭击有关。西蒙斯见状也说出了实情，原来美国总统打算将浣熊市事件背后的真相公之于众，以此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断绝生化病毒的威胁。然而西蒙斯和其背后的家族自然不会同意，他们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以及所谓世界的安定秩序，所以害死了美国总统。里昂来此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既然撕破了脸，他们当即对4人发动了攻击。事已至此，雪莉便将可以阻止 C 病毒扩散的资料交给了里昂。随后里昂掩护了他们离开，但雪莉和杰克终究没能逃出敌人的包围。当二人再次醒来以后，已经身处海底油田之中。他们竭尽所能地向着设施外逃去，并遇见了在里昂的通知下前来营救二人的克里斯。之后便是克里斯留下断后，雪莉二人则继续向着前方逃去。经过了一路的相处，杰克也下定了决心，要证明自己和父亲威斯克不同。无论如何，他们也要逃出这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世界。然而追捕者却依旧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他们也决定在这里做个了断。在经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过后，杰克以男人之间的决斗方式，狠狠的一拳将追捕者打入了岩浆之中。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顺利的离开，没想到追捕者竟然再次追了上来。但这个对他们锲而不舍的怪物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捡起旁边掉落的手枪，一枪把这头烦人的怪物送入了火海之中。没有了阻碍，雪莉和杰克互相依靠在一起，在他们身后升腾的火焰似乎也显得不再重要了。在二人逃出升天以后，他们采集了杰克的血液还有相关的资料， C 病毒引起的事态也逐渐落幕。而杰克也看在雪莉的面子上，将之前说好的5000万美元打了骨折，只收取了50美元作为报酬。而他也戴上了墨镜，向着远方的公路疾驰而去。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讲述里昂和艾达王的故事线，看看艾达是否真的是新保护伞的首领。时间来到克里斯到达蓝翔市的3天前，位于北大西洋的深海之中，艾达进入了一艘潜水艇内。他来此的目的正是因为那个设计杀害总统的西蒙斯
声称这里有着关于艾达的重要情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也不管西蒙斯这个追求者是否会对自己怎么样，便悠哉悠哉地进入了潜水艇内。通过在潜艇内的线索，艾达意外发现有人半年前曾派遣他前往伊东尼亚，确认杰克是否能够免疫 C 病毒，并协助雪莉和杰克逃出那里。但艾达却并不知道自己曾接过这个任务，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已经有人替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在艾达准备离开的时候，西蒙斯再次联系了他，声称艾达会以新保护伞首领的身份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生化袭击。虽然艾达并不想参与此事，但他也不会任由自己成为替罪羊。于是艾达准备前往美国高象市的教堂，因为在教堂的地下正是西蒙斯的研究所。果然，在2天后 ，C 病毒在高象市扩散，就连总统也遭到感染，变异成了丧尸。而作为总统保镖的里昂，只能含泪将老板击毙。此时，与里昂一同幸存下来的特工海莲娜声称高象市大教堂有着关于这次病毒扩散的线索。同时，哈尼根也联系上了里昂，在汇报了总统的死讯，并确认了海莲娜特工的身份以后，他们在哈尼根的协助下，准备前往高象市调查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随后，他们坐上警车，一路向着教堂驶去，但没开一会儿便翻车了。里昂和海莲娜只能通过下水道继续前进。漆黑的下水道难免会有些接触。海莲娜看着里昂成熟帅气的脸庞，一时间有些恍惚，好不容易缓过神，二人连忙穿过下水道，来到了宛如人间地狱的街道之上。眼前的景象让里昂不禁有种梦回浣熊市的感觉。在前进的路上，里昂引爆了加油站的汽油，救下了几名生还者。可灾难面前，人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同行的一个靓仔夺走了女友手中的武器，还没逃出去多远，便投入了丧尸的怀抱。里昂只能与众人坐上前来接应的巴士，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在巴士上，里昂通过哈尼根得知了这起事件是新保护伞所为，并且一位高官正在迫切想要打听里昂的消息，而这名高官正是西蒙斯。奈何里昂天生做不了载具，巴士很快便再次翻车，并直接滚下了悬崖。至此，除了里昂和海莲娜，车上的生还者没有一个生还，就连里昂都忍不住吐槽，这些人逃过了感染，却没能逃过车祸。随后，二人穿过一片墓地，终于进入了教堂之内，这里都是幸存的平民。里昂现在可没空照顾这些人的感受，他们很快便找到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但不幸的是，从地下入口中出现了名为美人兽的感染者。一瞬间，他身上的气孔喷射出了大量的病毒，导致了教堂内的幸存者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无奈之下，里昂只能解决了美人兽。随即，他们来到了地下的研究所内，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写着艾达王名字的录像。里昂只觉得什么艾达王他没见过，于是当即播放了录像。在录像里的人影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和艾达一模一样的女人。里昂也意识到了这盘录像带他没看过。二人再次前进，终于在研究所的深处发现了一个躺在那里的女人。这个人正是海莲娜的妹妹黛博拉。她让里昂前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救自己的妹妹。里昂还没有多做询问，黛博拉体内的病毒开始发作，并将她化为了人俑。这时，一支弩箭射中了变异后的黛博拉，而弩箭的主人正是前来调查西蒙斯研究所的艾达王。里昂本想询问艾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黛博拉此时也完成了变异，三人只能对她发动了攻击。在激烈的战斗过后，黛博拉跌入到了深渊之中。看着心爱的妹妹遭遇这种痛苦，海莲娜发誓要让西蒙斯血债血偿，因为正是西蒙斯为了不让总统说出浣熊市背后的真相，从而破坏美国主导世界的格局，所以绑架了他的妹妹黛博拉，并以此来要挟海莲娜帮助他越过总统的安保系统，这才导致了总统被病毒感染。这时汉尼根联系上了里昂，没料到西蒙斯竟然将总统被害的罪名嫁祸到了他们的身上。为了让西蒙斯付出代价，二人与艾达王分别，并一路逃出了高象市。就如同浣熊市一般，在西蒙斯的授意下，高象市也迎来了和平的一天。再次与哈尼根联系上以后，里昂得知西蒙斯已经乘坐飞机前往了蓝翔市。为了找到足够证明清白的证据，哈尼根帮忙伪造了二人死亡的消息，他们则立即向着蓝翔市赶去。而与里昂分别的艾达王则开始了继续探索研究所，并且发现了里昂之前看过的那盘录像。在看到其中的内容以后，艾达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西蒙斯曾与艾达有过合作，自那之后，西蒙斯就病态地爱上了他。可在浣熊市事件中，艾达不满西蒙斯使用核弹，便拉黑了西蒙斯。于是西蒙斯试图利用 C 病毒创造另一个艾达王。经过了上万次失败后，西蒙斯利用手下一个名叫卡拉的女人，并欺骗她成为了实验体。卡拉也因此变成了艾达的模样，并将自己也当成了真正的艾达王。之前克里斯看到的蓝衣艾达也正是卡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着西蒙斯的卡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艾达王的替代品而已。由于卡拉本身的记忆，再加上艾达王的身体，导致他对西蒙斯产生了强烈的恨意。于是卡拉以蓝衣艾达的身份创建了新保护伞公司，试图通过毁灭世界，毁掉西蒙斯和其家族极力维护的稳定秩序。他甚至还以西蒙斯的身份将艾达牵扯进了他所设下的局里。也就是说，一直和艾达联系的其实是卡拉。为了和蓝衣艾达做个了断，艾达王在核爆之前离开了高象市，并先里昂一步来到了蓝翔市。而在里昂这边，他和海莲娜乘坐飞机来到了蓝翔市的上空。不出意外，飞机还是出意外了，驾驶员变成了美人兽，喷薄出了大量的病毒气体。里昂当即打开飞机的货舱想要通风，最终导致了飞机彻底失控。这一幕也被已经到达蓝翔市的艾达王看在了眼里。幸运的是，飞机成功的迫降在了地上，但乘客也都遭了殃。当里昂刚下飞机的时候，也就衔接上了之前遇见雪莉以及认同准女婿的一幕，并在之后的道路上为了蓝衣艾达与克里斯大打出手。虽然此时的里昂也非常诧异艾达为什么换了衣服，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护艾达。在与克里斯分别后，里昂成功找到了西蒙斯。与此同时，雪莉和杰克也赶了过来。西蒙斯也说出了杀死总统的事情。在掩护雪莉二人离开以后，里昂开始了继续追击西蒙斯，但西蒙斯却被人偷袭，导致他
他感染了 C 病毒。于是绝望的西蒙斯跌到了列车之上，里昂二人也紧随而至。原来卡拉为了报复西蒙斯，在半年之前将杰克和雪莉抓回以后，通过杰克身上的 C 病毒抗体研制出了强化的 C 病毒，因此帮助他制造出了海底油田的混沌巨兽，并额外制作了3只强化型 C 病毒。一只在克里斯与混沌的决战中被皮尔斯用掉，另一只则已经在西蒙斯体内，而最后一只会在后面讲到。被注射了强化型 C 病毒的西蒙斯也意识到了是卡拉对他的复仇，他当即开始了变异，并对里昂二人发动了攻击。而西蒙斯背后的家族见到这一幕，也将他彻底抛弃。在里昂击退西蒙斯以后，他们也收到了雪莉和杰克被抓到海底油田的消息，并看见 C 病毒导弹在蓝翔市上空爆炸。侥幸逃过一劫后，里昂通知克里斯前去救援，而他们也因此互相伤害了一波。在误以为艾达死亡后，里昂开始了逃离扩散的病毒。令他狂喜的是，艾达并没有死，甚至驾驶着直升机为他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么艾达和卡拉之间是否做出了了断？时间就得回到艾达看见里昂迫降在蓝翔市的时候，他在寻找卡拉，也就是蓝衣艾达的途中，碰巧遇见了身陷险境的雪莉，于是顺带优雅的将其救下。随后他来到了克里斯追击蓝衣艾达的航空母舰上，并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从高处跌下的蓝衣艾达。而狙杀蓝衣艾达的指令也正是西蒙斯所下达。见卡拉如今的下场，艾达不由得说道：“要是他想对西蒙斯复仇的话，大可不必这样极端，完全可以找自己商量。”闻听此言，卡拉睁开了双眼，看似是他临死前的挣扎，实则是他注射了强化型 C 病毒，这也是那最后的一支病毒。在听到了艾达所说的话以后，卡拉没有丝毫领情，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就是真正的艾达王，美得出水那种。但真艾达那种优雅却永不过时。他从容地逃进了航母的内部，并在这里击杀了完全变异的卡拉。随后艾达王乘上直升机，回到了此时已经被病毒完全侵蚀的蓝翔市，在这里遇到了逃难的里昂和海莲娜，而变异的西蒙斯也在此时追了上来。西蒙斯彻底失去了理智，化身成为一只霸王龙形态的生物兵器。在3人合力将其打倒以后，艾达驾驶直升机向着大厦顶楼飞去，里昂二人则紧随其后。就在艾达开辟顶楼停机坪的时候，意外的炸断了一支避雷针。随后艾达将直升机停在了顶楼，并留下了一个火箭筒，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蓝衣艾达的痕迹全部抹除。但艾达却发现这个让他不省心的里昂，在坐电梯前往楼顶的途中，再次遭遇了西蒙斯的袭击。于是他主动出现在了西蒙斯的面前，替里昂向上攀爬争取时间。但艾达自己也不慎被击晕，里昂见状根本顾不得自身危险，直接跳上了平台，并将艾达牢牢地护在了身前，让西蒙斯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真爱。当艾达再次醒来后，立即便对里昂的情敌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只见里昂再次陷入困境，艾达毫不犹豫抽出了弩箭，狠狠地插到了西蒙斯的腰子上，并带着他跌了下去。艾达则借助钩索跳到了对面的大楼之上。相聚总是短暂的，二人都有着各自的任务，他们也不得不到了分别的时候。在里昂依依不舍的目光下，艾达优雅地转身离去，一路来到了卡拉的实验室。面对这个复制品的一切，艾达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将实验室内的证据全部销毁。而他也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回到里昂这边。在临别前，艾达告知里昂，在楼顶上有他为心上人准备的礼物。没有丝毫犹豫，里昂带着海莲娜来到了楼顶。西蒙斯却依旧没有彻底死亡，而是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苍蝇。面对如此巨大的怪物，里昂捡起了面前的避雷针，将它插进了苍蝇的眼中，天雷瞬间劈在他的头上。里昂得以来到了艾达为他准备的直升机面前，在将祖传火箭筒扛在肩上以后，对着变异后的西蒙斯就是最后一击。而西蒙斯也从高处向着下方跌落，最终变回人形的西蒙斯跌落在了肩背之上。随着西蒙斯和卡拉的死亡，新保护伞公司走向了灭亡。而在直升机上，艾达留下了他专用的彩妆盘，里昂在里面竟然意外发现了艾达为他留下的能够证明西蒙斯罪行的证据。他们也终于成功的逃离了蓝翔市。故事的最后，里昂靠着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海莲娜帮助西蒙斯的罪行，也因为调查组经过3思熟虑后，觉得要海莲娜扛下西蒙斯的罪行是不公平的，最终他被宣判无罪。生化危机6的故事也迎来了相对完美的结局。这是生化危机中一位父亲的故事，他不像里昂和克里斯身经百战，也并没有强大的组织施以援手，他有的仅仅只是一瓶洗手液。在救回了失踪的妻子以后，襁褓中的女儿又被人夺走，命运似乎并没有打算让他走出曾经那场噩梦。但这位普通的父亲为了找回女儿，只能强忍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重新拿起了尘封已久的洗手液，踏入那片可怕且危险的村庄之中。而这位父亲正是洗手液战神伊森·温特斯。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生化系列集大成之作《生化危机8：村庄》。3年前，伊森帮助岳父一家解脱了痛苦，打败了导致一切悲剧的生物武器伊芙琳。在克里斯的接应下，夫妻2人离开了贝克农场。随后，伊森便和妻子米娅在 BSAA 的庇护下，开始了在东欧罗马尼亚的隐居生活。经过2年半的训练，他们诞下了女儿罗斯。看着在厨房忙碌的妻子和怀里的女儿，伊森也渐渐走出了贝克农场的阴影。然而，妻子米娅始终无法彻底摆脱那场梦魇。每当伊森提起的时候，总是会导致米娅情绪失控，从而影响夫妻之间的和谐生活。可就在这天夜晚，他们对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米娅的肩膀。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灯光陷入黑暗，接着便是无数的子弹倾泻在了米娅的身上。看着妻子倒地不起，伊森的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凶手正是曾救过他们的克里斯。克里斯甚至当着伊森的面清空了手里的弹夹。不等伊森做出反应，他们将罗斯抱了出来，口中说着罗斯正是他们的目标。随后伊森被打晕，一家3口就这样被克里斯带走。当伊森再次醒来的时
时候，运送他的车辆像是遭到了袭击一般，侧翻在了树林之中。负责押送的士兵也已经死亡。在士兵的身上，伊森只找到了唯一的线索，一个是消灭目标回收尸体，另一个就是保护伊森和他的女儿罗斯。带着心中的疑惑和寻找女儿的信念，伊森向着前方走去。很快，他便发现了远处一座阴森的城堡，以及城堡下方诡异的村庄。顺着冰雪覆盖的小路，伊森来到了村庄的一间小屋之中，却没想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大爷。在意识到伊森并没有恶意后，大爷仿佛像是惧怕某种东西一样，递给了伊森一把手枪防身。交代完了后事，某种可怕的生物随后便将大爷拖到了阁楼之上，而伊森也被拉入地下之中。这里都是死去村民的尸体。突然，一股莫名的恐惧感传来，一个像狼人一样的怪物死死地咬住了伊森的手。在狼人可怕的咬合力下，伊森的2个手指被他硬生生咬断，强忍钻心的剧痛，伊森连忙拿起手里的枪解决了这头怪物。但这里发生的事情却吸引了大批的狼人赶来，将伊森团团围住。就在即将遭到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些狼人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直接无视伊森，迅速离开了这里。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伊森将受伤的手指简单包扎以后，便看见了一位举止怪异的巫婆。在听了巫婆的一些魔言魔语以后，伊森得知女儿似乎被巫婆口中的母神米兰达带到了这个村庄之中。知道这个消息后，伊森心中燃起了想要救回女儿的强大信念。如今有这种品德的父亲已经不多了，遥想上一个找女儿的父亲，估计现在还在打牌。之后的道路上，伊森偶然遇见了本地的一对妇女，在妇女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更多村民的避难所。在简单了解了这里的状况后，伊森发现似乎连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些狼人为什么会出现。村民甚至拉着伊森的手，开始向着他们信奉的母神米兰达祈祷，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就在此时，伊森一开始遇见的那个受伤的父亲，却像是被狼人感染了一般，变得极具攻击性，将房间内的村民全部杀害，场面一度非常血腥。最终，妇女和村民全部葬身在了火海之中。伊森不禁感叹，这个世界太疯狂。既然在村子里找不到女儿，伊森便一路向着城堡赶去。刚刚进入城堡内部时，一个肩扛大锤、长得有点类似无举人的陌生人，挥手之间便空之钢铁，将伊森牢牢地束缚了起来。伊森醒来以后，村民口中的母神米兰达已经站在了他前方不远处。米兰达周围的人便是他手下的4大贵族，分别是足有2.4米高的巴齿夫人，住在山谷浓雾深处的人偶石唐娜，以及长相丑陋恶心的人鱼莫罗，还有那个抓住伊森的无举人，他也是4大贵族中最危险的人物，而他们也正在极力争取伊森的抚养权。就在4大贵族对此争论不休的时候，母神米兰达制止了他们，随意的将伊森交由无举人处置。在无举人的安排下，伊森开始了他的生存战斗。无数的狼人将伊森团团围住，迫于无奈，他只能在狼人的追赶下疲于奔命。毕竟洗手液战神可不是浪得虚名。伊森很快利用陷阱挣脱了手铐的束缚，暂时逃离了狼人的追杀。在前进的路上，伊森遇见了一个叫公爵的大块头，他对伊森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伊森谈一笔军火交易。于是伊森不客气地办理了贷款，购买了一些防身的补给品。紧接着，信心满满的伊森再次向着城堡内深入，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误入了巴齿夫人的城堡。随后，无数的苍蝇出现，汇集成了3个少女，她们正是巴齿夫人的3个女儿。带着对伊森血液的渴望，3个人拖行着伊森，将他带到了巴齿夫人的闺房。夫人也没客气，立马开始品尝起了伊森的血液，甚至还打出了高达9.5分的评价。接着，巴齿夫人便让女儿们用锋利的钩爪将伊森吊了起来，但伊森可不会坐以待毙，他忍住钻心的剧痛，强行扯出了手掌。如果是一般人，估计早就疼晕了。好在伊森找到了一瓶洗手液，有了洗手液的加持，伊森终于能够在夫人的地盘撒野了。但巴齿夫人其中一个女儿很快便发现了伊森。幸运的是，伊森在探索城堡的过程中，知道了他们就像苍蝇一样害怕冷空气，于是伊森将他引诱到了窗户旁，一枪打碎了玻璃，冷空气瞬间让他失去了免疫子弹的能力。此时伊森开始真正展现实力，他让夫人的女儿感受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美式居合。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夫人女儿的身体逐渐钙化并分崩离析。原以为能够安心的寻找出路，但巴齿夫人在得知了女儿的死讯后，迅速的找到了伊森，接着抓住伊森，用他的身体硬生生砸穿了地板。伊森就这样跌落到了地下室中。就在伊森准备启动机关打开铁门的时候，一阵白光闪过，伊森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右手被平整的切了下来。原来是夫人再次追了上来，没有了右手，伊森只能与夫人开始周旋。绕了一圈，他回去拿回了自己的右手，暂时逃离夫人的追捕后，伊森没有打针，没有吃药，就那样靠着洗手液将自己的手重新接了回去。接着伊森如法炮制，利用冷空气将夫人剩下的2个女儿全部解决。在成功的开启了离开的大门后，伊森发现了一把为了杀死恶魔和怪物而打造的死花短刀。巴齿夫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一爪刺穿了伊森的身体。伊森也没客气，反手将匕首捅进了夫人的腰子。受到死花短刀的作用，夫人逐渐变成了一只像巨龙一样的怪物，但她也因此无法免疫物理伤害。于是伊森火力全开，手中的散弹枪硬生生打出了加特林的效果。在猛烈的炮火中，夫人的身体逐渐钙化。随着夫人的死亡，伊森找到了一个装满黄色液体的瓶子。走出城堡，伊森再次遇见了之前那个巫婆。她告诉伊森，罗斯将成为米兰达的祭品，并向伊森展示了4大家族的徽章。而在徽章的中心，赫然正是保护伞的标志。虽然很疑惑，但伊森并没有多想，他再次前进，来到了一处神秘的祭坛，旁边正是那个为他提供军火的公爵。接着，公爵便道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声称伊森从巴齿夫人那里得到的瓶子，正是令千金
的头部。由于女儿罗斯的特殊，她并没有真正的死亡，而是被装在了4个瓶子中，分别由4大贵族保管。如果伊森想救回女儿的话，就需要集齐4个瓶子。公爵还顺带为伊森标注了剩下3个贵族的所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伊森只能再次启程。而在一片浓雾中，他看到了妻子和女儿的幻象。伊森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穿过一片坟墓，来到了一处大门前。在交出了他现在最珍贵的东西以后，伊森来到了人偶师唐纳的宅邸中。然而在这里，伊森经历了最为可怕的一幕。当灯光陷入黑暗时，伊森手里的武器不翼而飞。迫于无奈，他只能和人偶师玩起了解谜游戏，拆解了根据妻子米娅制作的人偶，不断寻找其中的线索。然而就在离成功仅有1步之遥的时候，一个长着血盆大口的巨婴出现，并迅速向着伊森爬了过来，嘴里还不断叫着伊森爸爸。如果伊森慢了1步，那么就会被这个便宜儿子啃老。他能做的只有在这个漆黑的房间里躲避这个逆子。最终伊森还是成功的坐上了离开这里的电梯。随后人偶师出现在伊森的面前，并要求跟他来一场捉迷藏，但捉迷藏可是伊森的强项啊。在将对方一顿嘲讽后，伊森一把抓过可爱的人偶，将剪刀狠狠地插进了人偶的眼中。随着场景的变换，人偶师唐纳死在了伊森的手里。拿上装有女儿双腿的瓶子，伊森一刻也没有耽误，立马赶往了附近的水库。出乎意料的是，他趁着那个长相丑陋的人鱼莫罗在看电视的功夫，顺手就拿走了装有女儿双臂的瓶子。临走前，伊森还顺手打了声招呼，他也不管莫罗的苦苦哀求，拿着瓶子便向着外面逃去。就在离开的路上，伊森竟然遇见了当着他的面杀害了妻子的克里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被士兵控制起来的伊森只能对其破口大骂。然而克里斯并不想跟他多做解释，只是言语之间透露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似乎和米兰达有关。但这时莫罗却变异成一只大鱼冲了出来，强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看来不打败莫罗，伊森也无法离开这里。于是他利用水闸抽干了水库中的水，失去了水下优势的莫罗只能成为了伊森的活靶子。在解决掉莫罗以后，伊森来到了水库边的小屋中。意外的是，最后一位4大贵族武举人竟然联系上了他，似乎是有意想跟伊森合作，但条件就是前往附近的据点找到最后一个瓶子。随后伊森通过莫罗的笔记发现了米兰达利用罗斯举行仪式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孩子复活。伊森可不会管米兰达到底为了什么，也不会管武举人对他的试炼，他只想前往据点拿回装有女儿的最后一个瓶子。路上都是前来阻拦他的狼人，伊森没有半分退却，只要拦在路上的敌人全部都是火力全开。伊森也如愿以偿的在那里找到了最后的瓶子。他一路返回祭坛，并将分别装有女儿部件的4个瓶子放进了祭坛之中。随着祭坛的启动，一座石桥从水下出现，见女儿并没有恢复原样，武举人也在远处的工厂招呼他过去。无奈之下，伊森只好顺着石桥进入了工厂。在工厂里，他见到了等候多时的武举人。原来武举人早就不服米兰达的统治，他想和伊森联手救出罗斯，然后利用罗斯铲除米兰达。因为罗斯的体内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闻听此言，伊森立马对武举人破口大骂，他可不想别人利用自己心爱的女儿。就算是武举人给了第2次机会，伊森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而伊森也不得不开始探索这座工厂。在之后的路上，伊森发现了武举人更多的秘密。原来他早就开始批量生产机械士兵，意图用这些士兵对抗米兰达的狼人军团，从而完成他的谋反大业。虽然这些由钢铁铸造的丧尸非常强大，但是伊森也在公爵那里购买了榴弹发射器，靠着更加强大的火力，伊森即将返回工厂的上方。但这时武举人却再次出现，并利用控制钢铁的能力，将伊森再一次打回了工厂的最深处。但正是这一举动，让伊森在工厂的深处遇见了克里斯。面对伊森的一再追问，克里斯终于说出了实情。他一开始杀的并不是伊森的妻子米娅，而是变成了米娅的模样和伊森生活在一起的米兰达。克里斯不告诉他的原因，也是不想让伊森这个普通市民来搅和。在说出了这个喜上加喜的消息以后，克里斯再次说道，米兰达已经开始了仪式，他也准备布置炸弹摧毁这座工厂。而伊森则坐上了克里斯给自己的装甲战车，向着武举人杀去。武举人也借助自己的力量化身成了钢铁巨人，靠着装甲战车，伊森和武举人打得难分胜负。这时克里斯也成功的摧毁了工厂，看着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武举人将伊森高高的举了起来。伊森也向他展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炮法。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武举人化为了碎片。随后克里斯联系上了伊森，准备与他会合。但母神米兰达也变化成米娅的模样再次出现，他嘲笑着伊森的一无所知，并说出了他为什么会选择罗斯作为复活女儿的祭品。因为罗斯完美继承了伊芙琳控制霉菌的能力，他以后也可以完全操控人类。面对这种完美的人选，米兰达自然不会放过。而之前那个巫婆也是米兰达伪装的。就在说完这些以后，米兰达从地面钻出，将手插进了伊森的胸膛，并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失去了心脏的伊森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生死未知。另一边，克里斯得知了伊森的情况，接下来他也将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手下的精英猎狼小队已经准备就绪，但克里斯这一次却是背着 BSAA 擅自行动，而 BSAA 的武装直升机也已经抵达了这里。事不宜迟，他们立即开始向着村庄进发。此时的村庄已经布满了霉菌和数量众多的狼人，但这些场面对于身经百战的克里斯来说只能算是热身，况且他还有猎狼小队的支援。随后克里斯发现了一只形状宛如婴儿般身躯的生物，这也正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君主。克里斯将 N2 遥控炸弹扔到了君主的身上，并一路来到了米兰达的实验室。在这里，幕后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面。一切的起因要从100年前说起。在米兰达失去女儿后，他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扎根在村庄下方的君主。当他触碰到君主以后，不仅获得了庞大的知识，还发现君主能够吸收死者的意识，并将这些意识储存到类似云端的空间之中。如果女儿的意识也在其中，那么他就可以利用合适的容器让女儿重生。于是米兰达立即返回村中，利用战地庸医的借口，将从君主那里得到的霉菌移植到了村民的体内，并利用它们进行实验。为了提高寻找容器的效率，米兰达甚至创造出了一种名为恩赐的寄生体作为传染媒介。可大部分村民都变成了狼人，只有4大贵族这种佼佼者才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就算是这样，他的实验也毫无进展，直到他为某个组织提供了一些霉菌和女儿的 DNA， 创造出了伊芙琳，这才让他看到了希望。虽然伊芙琳在他眼里只是个残次品，好在通过伊芙琳，他得知了罗斯这个完美容器的存在，这才导致了伊森一家的悲剧。而村庄之所以和保护伞有关联，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米兰达曾救下过一名医学生，这名医学生正是保护伞公司的3大创始人之一斯宾塞，因此斯宾塞成为了米兰达的学生，并在米兰达那里受到了启发。经过了日夜的促膝长谈和碰撞，深知人性的斯宾塞意识到，米兰达仅仅只是希望复活一个人，而他的目标则是全世界。斯宾塞觉得霉菌这种媒介不足以实现一场爆发性的感染，而病毒应该更有效，所以他离开了米兰达身边，并在15年后找到了病毒爆发的关键，那就是在5代非洲发现的一种始祖病毒。于是斯宾塞便在不久后创立了保护伞公司，而保护伞的标志也是村里洞窟中的图案为他提供了灵感。回到克里斯这边，他在实验室的监牢中竟然发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米娅。在米娅的逼问下，克里斯只能说出了伊森的死讯，可米娅只觉得克里斯根本不知道伊森到底有多特别。与此同时，在伊森的意识空间里，他再一次见到了那个生物兵器伊芙琳。伊芙琳说出了关于伊森的真相，原来在3年前的贝克农场，伊森早就被岳父一脚踩死，随后他的全身都被霉菌取代，这才让伊森成为了洗手液战神，使得他能够将断掉的手随时接回去。而早就知道真相的妻子米娅选择了将这件事隐瞒。当伊森再次醒来后，他已经身处公爵的马车之中，终究是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器官心脏。伊森的身体正在逐渐崩溃，也就是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疑惑的伊森询问起公爵到底是谁，但公爵的回答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随后伊森在公爵的帮助下来到了祭坛，并一路顺着满是霉菌的道路进入了米兰达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此时米兰达正从霉菌中取出了拼凑完整的罗斯，但米兰达却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由于罗斯体内蕴含的强大力量，导致米兰达的女儿并没有取代他，甚至还在不断吞噬米兰达的力量。而伊森也来到了他的面前，愤怒不已的米兰达当即开始变异，2人立马开始了战斗。面对这个破坏家庭的母神，伊森果断掏出了榴弹发射器，无数的榴弹从枪口之中喷射而出，将米兰达炸得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米兰达被打败了，身体逐渐钙化，包裹住祭祀场的霉菌也分崩离析。伊森终于来到了啼哭的女儿面前，将她温柔地抱在了怀里。或许是紧绷的精神在这一刻放松，伊森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正在钙化。而这时克里斯赶了过来，赶紧将伊森搀扶了起来，并带着他向外面走去。路上克里斯不断鼓舞伊森，说米娅正在外面等着他，但这也让伊森意识到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于是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将自己的外套盖在了女儿的身上，并顺手拿走了克里斯手上的起爆器，转身一个人向着君主走去。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伊森拿起了手中的起爆器，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他开始害怕，呼吸也变得急促。他不是那种无畏死亡的英雄，他只是一位想保护女儿的父亲。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整座村庄被火焰所吞没。米娅也已经抱着女儿罗斯，在克里斯的保护下登上了直升机。得知了伊森死讯的米娅陷入了悲痛之中，而克里斯也发现了新的线索。BSAA 派遣来的小队竟然不是士兵，而是生物武器。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克里斯立马组织小队，准备前往 BSAA 欧洲总部一探究竟。故事的最后，罗斯也平安的长大，并成为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穿上了父亲伊森为她留下的外套，在伊森生日这天来到了其坟墓祭奠，而前来接她的特工也到了，但特工却将罗斯的名字调侃成伊芙琳，导致罗斯非常愤怒的警告了这名特工，并说道自己强大的能力就连克里斯也不知道。随着汽车逐渐向着远处驶去，一位父亲的故事就此结束，但罗斯玛丽温特斯的故事也将在此拉开帷幕。我是修篇狂魔，咱们罗斯魅影再见。距离伊森为了妻女牺牲已经过去了10几年，此时的罗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一直都将父亲留下的外套穿在身上。这些年，克里斯和他的猎狼小队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罗斯成长，可罗斯毕竟是霉菌的完美宿主，他所展现出来异于常人的能力，导致自己没有一个能够交心的朋友。罗斯并不想成为同学们口中的怪物，因此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除去这股力量的方法。恰好在这一天，猎狼小队的坚持将他带到了一个实验室。坚持告诉罗斯，他最近通过米兰达研究霉菌的笔记，知道了一种进化结晶能够完全去除罗斯体内的力量，但想要知道关于结晶更多的线索，就需要罗斯通过眼前君主留下的部分组织，进入到君主的意识中寻找答案。因为那些死在君主附近的人，全部的记忆都会被他吸收并储存到云端，包括米兰达和他知道的一切。毕竟年少气盛，罗斯并没有多想，按照坚持的指导，伸出手开始感应君主的意识。一瞬间，他的意识被冰水所淹没。罗斯看
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在嘲笑他是个怪物，没有任何感情，全是美式霸凌。听到这些堪比村口情报局的恶毒言论，罗斯痛苦地捂上了耳朵。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刚刚和坚持在一起的实验室。一番满地找牙后，罗斯意识到这里似乎不太对劲，他已经进入了君主的意识世界中。当罗斯推开门以后，却发现里面竟然变成了一所诡异的地牢。顺着地牢一路前进，他发现有个女孩被关在了这里。带着心中的疑惑，罗斯前去找到了监牢钥匙，打开了房门。可他脚下粘稠的霉菌中伸出了一只手，想要将他拖入无尽的深渊。关键时刻，被关押的女孩及时出手救下了罗斯。罗斯本想表示感谢，但他却发现这个女孩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更诡异的是，女孩告诉他自己也叫罗斯，没有多做解释。二人向着地牢的深处前进。然而在这里，罗斯却见到了更多的自己。每一个罗斯都被关在监牢中，被霉菌以各种姿势束缚。在阴暗的角落，还有更多死状凄惨的罗斯。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监牢中的女孩竟然被一只怪物强行卸妆。罗斯想上前营救，却已为时已晚。就在没有退路的时候，罗斯无意之间动用了自己的能力将其弹开。趁这个机会，他赶紧试图逃离这里，但却发现竟然是条死路。眼见无路可退，一阵金光闪过，罗斯身后的墙壁竟然消失了。没有时间多想，他一路向着前方逃去，而金光则变成了文字，指引着他逃到了一处古堡中。这个地方也曾是八尺夫人的城堡。安全之后，金光表示自己不是敌人，而是来帮助罗斯的天使，名叫米迦勒。米迦勒警告他这里非常的危险，最好尽快离开。可在罗斯进入城堡的大厅以后，却发现又一个自己被怪物抓住，并被拖行到了端坐在大厅中间戴着面具的公爵面前。而这个罗斯似乎是为了偷取大厅中的净化结晶才被抓获，见到能够让自己变回正常人的结晶就在眼前，一时大意的罗斯被公爵发现了。于是公爵立马派出手下的怪物追杀罗斯。危急关头，米迦勒再次出现，并用魔法送了他一把手枪。这一刻，美式居合的基因被成功唤醒，子弹如暴雨一般在怪物脸上胡乱的拍。接着，信心满满的罗斯再次前进，米迦勒也在路上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军火，除了火箭筒，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为了能够帮助罗斯打开装有结晶的铁笼，米迦勒还指引罗斯前去找到了能够打破军核的增幅器。有了增幅器，罗斯就能破坏阻挡他前进的霉菌。随后，罗斯在这里破解了公爵设下的层层谜题，他也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和增幅器，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就在罗斯找齐了能够打开铁笼的面具的时候，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更加可怕的怪物，并将他带到了一处监牢之中。与此同时，外面的屏幕上发出了公爵的声音，他想和罗斯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在众多军核中找出真正的军核。幸运的是，在米迦勒的帮助下，罗斯成功的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挑战。他也终于来到大厅，利用找到的面具打开了铁笼。可就在罗斯捧起结晶的那一刻，公爵也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并发出了戏谑般的嘲笑。而罗斯手里的结晶也在公爵的笑声中化为粉末。原来在君主的意识中有着很多个层域，罗斯现在所在的是最浅的层域。如此宝贵的净化结晶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只会在更深的层域。这也只不过是公爵设下的圈套而已。当罗斯反应过来，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那只可怕的怪物，但只要是碳基生物都不可能在美式居合下存活。奈何公爵派出了更多怪物。米迦勒见情况危急，立马指引罗斯来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边。没有更好的办法，罗斯只能鼓起勇气跳了下去。再次顺着冰水下沉，他竟然误打误撞来到了更深的层域。这里走得越深就越难逃脱。罗斯并没有打算离开，他只想找到真正的净化结晶，摆脱体内困扰自己的力量，让他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米迦勒见罗斯态度坚决，于是决定陪着他继续前进。而这里正是人偶师唐纳曾经的居所。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这里有着罗斯不堪回首的回忆。原来在罗斯上学的第一天，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能力，在紧张的情况下手上就会冒出许多白色的汗。老师虽然帮着他说白汗不是传染病，但也仅仅只是让同学表面上接纳了他而已。随着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出现，罗斯手上的武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小女孩要求让罗斯解开人偶谜题才能离开这里。可这些人偶都是曾经对罗斯不怀好意的同学，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美式霸凌的回忆无处不在，甚至有母亲米娅制作的人偶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出现并看着他，强忍内心的不安和恐惧。罗斯成功的解开谜题，获得了一把钥匙。这时那个小女孩打来了电话，说到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前往她所在楼层的电梯，获得净化结晶，但前提是需要取得保险丝。就在罗斯寻找保险丝的路上，发生了最为可怕的一幕。在一片漆黑的房间中，母亲的人偶正站在那里，用发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小女孩也在提示别让母亲抓到他。当罗斯将目光移开后，人偶身上机械般的声音在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罗斯只能壮着胆子看着人偶缓慢的后退，他走到哪里，人偶就跟到哪里。但更加阴森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母亲的人偶不止一个，稍不注意，另一个就会出现在罗斯的身后。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罗斯在最后一刻成功的坐上了电梯。可在电梯门开启后，他却发现自己变小了，面前的房间里全是人偶，并且这些人偶都要跟他玩捉迷藏。毕竟是洗手液战神的女儿，捉迷藏自然是罗斯的强项，他轻松就躲开了人偶的寻找，甚至在路上还打晕了几个。就在他即将离开这里的时候，那些人偶找到了他，罗斯只能在一堆尖酸刻薄的话语中逃窜。好在米迦勒及时出现，为他指引了方向，他也终于逃出了人偶的包围。但罗斯的内心也因此受到了打击。
击。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偶会说他父亲。这时，米迦勒询问罗斯是否恨他爸。罗斯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只知道他为了救我而死。有时候我会想象，如果他没死，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他会不会教我骑自行车？会不会教我做作业？晚上给我讲故事？会不会一直陪在我身边，替我骄傲？我要是觉得迷茫了、害怕了，也会去想象他这时会对我说什么。跟着米迦勒的指引，罗斯来到了一处温馨的小屋中。这里正是罗斯婴儿时期曾住过的地方。无论是客厅还是房间内的物品，都表达了伊森对女儿深切且无私的情感。他只希望陪伴着女儿，在女儿长大的路上，成为那个默默守护她的天使。对此，他愿意付出一切。可就在此时，伊芙琳出现在了罗斯的身后，无情地嘲讽着罗斯。她依然是对家人有着病态执念的生物武器，甚至更加嫉妒起了伊森对罗斯的爱。当罗斯即将陷入生命危险，米迦勒再一次出现，缠住了伊芙琳，让罗斯暂时脱离困境。可只要不打败伊芙琳，他们就无法离开这里，并且净化结晶依然不在这个层域。在米迦勒的指导下，罗斯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对抗伊芙琳。最终在二人的配合之下，伊芙琳被打败了。可涉世未深的罗斯却想上前安慰伊芙琳，但这种行为却让伊芙琳下了杀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将罗斯一把推开，他也因此掉入了最深的层域。就算这个人他从未见过，但他也认出了那个一直守护自己的米迦勒正是自己的父亲伊森。罗斯鼓起勇气再次前进，一座古堡和下方的村庄映入眼帘，天空中漂浮着漆黑且巨大的圆球。进入村庄后，罗斯在另一个自己的指引下来到了村庄的地下。在这里，君主的心脏缓缓蠕动，并且在不断的孵化罗斯的复制品。带着心中的疑虑，罗斯顺着道路终于来到了净化结晶的面前。他缓缓地捧起了结晶，困扰自己多年的力量也逐渐消散。可成功的喜悦刚刚到来，母神米兰达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原来米兰达一直没有放弃复活自己的女儿。由于罗斯体内的力量已经强大到无法让米兰达直接控制，所以他必须引诱罗斯来到这个领域。而一开始引导罗斯前往君主意识的坚持，也只不过是在米兰达影响下的幻想。在将罗斯引诱来之前，早已在君主意识里复活的米兰达想尽了各种方法来替代罗斯。为此，他甚至开始复制罗斯，但终究是复制品，没有其本身蕴含的力量。意外的是，米兰达发现，只要这些复制品受到生命危险的刺激，就会展现出一小部分和罗斯差不多的能力。于是，他让同为实验品的公爵对这些复制品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和追杀，试图激发他们和罗斯相似的能力。可终究还是没那味儿，所以米兰达用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将罗斯一步步引诱到了这里。不过伊芙琳出现在中途却是意外，导致米兰达的计划受到了干扰。如今再次面对适合女儿的完美容器，米兰达当即准备动手，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父亲伊森，坚定地挡在了罗斯的身前，并紧紧地牵着女儿的手。父女二人向着外面逃去，米兰达自然不会放弃，当即冲了上来抓住罗斯。伊森见状反手就是一喷子，二人也终于来到了地面。为了给女儿争取逃跑的时间，伊森再次挡在了罗斯的身前，让他离开这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去交自己想交的朋友。但伊森也因此被霉菌穿透了身体。听到身后父亲痛苦的叫喊，罗斯再也忍不住了，他直接将手里的净化结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因为他找到了比成为普通人更宝贵的父亲。随着结晶的破碎，罗斯失去的力量全部回到了他的体内，那就让自己来保护父亲一次吧。在拿起洗手液以后，罗斯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掏出了父亲引以为傲的散弹枪，他甚至还能够吸收米兰达的力量，发动更加强大的攻击，可始终缺乏战斗经验。罗斯很快便不敌米兰达。见此情况，伊森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力量全部交给了女儿。有了这股来自父亲无私奉献的爱，罗斯发动了最强的君主攻击，轻松就将米兰达击败。最终米兰达身体再次钙化，父女二人终于能够在意识空间里相认。伊森一开始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身份，也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保护。随着罗斯从意识空间中醒来，他手上也多出了一枚伊森戴过的戒指。故事的最后也承接了在8代中的彩蛋，罗斯前去伊森的坟前祭奠，而他也接受了自己体内这份力量，并用这份力量继承父亲伊森洗手液战神的名号。我是修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